前世冷若冰霜的圣骑士，今生竟然主动将他按在身下，甚至求他用身体帮自己净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艾琳刚睁开眼，就发现情况不对劲，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地上乱七八糟的丢着衣服，甚至连圣骑士的佩剑都扔在一旁。就在这时，浴室的门开了，走出来的竟然是迈克尔，而且他连一件衣服都没穿。迈克尔看着他低声唤道：“艾琳。”艾琳彻底慌了，赶紧出声提醒：“迈克尔大人，您的衣服。”可迈克尔根本没有理会，只是眼神深沉地看着他。迈克尔直接逼近他，有些埋怨地开口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以后不叫大人了吗？”艾琳紧张的结结巴巴，可现在这情况不对啊！迈克尔直接拉起他的手，按在自己滚烫的胸口，说：“这是今天在地下承受的伤，如果艾琳不帮他净化，他可能就撑不过今晚了。”这个借口根本无法拒绝。迈克尔顺势将他压在身下，深情地唤他：“我的妻子。”接着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今晚必须再帮他净化一次。”艾琳还想挣扎，双手却被死死按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艾琳整个人都懵了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前世的迈克尔冷若冰霜，根本连碰都不想碰他一下。谁能想到，这一世他居然会变成这样？他以前明明是个高冷的圣骑士，其实艾琳的身世非常坎坷，世界各地突然出现地下城，魔气到处肆虐，他的父母也因此不幸去世。无依无靠的艾琳被送进孤儿院，在那里，每天能吃饱饭都是奢望。他早早就尝遍了生活的苦。就在他抱着面包发呆时，远处传来管事人的喊声，催他赶紧过去帮忙。原来是神殿送来了救济物资，艾琳只能赶紧跑过去，老老实实的把衣物搬往储藏室。这箱子比平时重得多，再加上他从昨天起就没怎么吃东西，根本使不上劲，结果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连物资都洒了一地。神父赶紧跑过来询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艾琳慌了，急忙道歉说自己马上搬走。神父却温柔地安慰他：“不用焦急。”可就在神父碰到他手的那一刻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艾琳的手上竟然亮起了耀眼的光芒。神父整个人都看傻了，他激动地喊道：“孩子，你居然是个进化者！”艾琳一脸懵懂，根本不知道进化者是什么意思。神父赶紧解释，现在这个世界被魔气污染，那些去地下城战斗的骑士们，随时都需要进化者来帮他们清除体内的魔气。这一下，艾琳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。神父拉着艾琳的手解释，这种进化能力需要通过皮肤接触来发挥作用，虽然现在还说不准他的力量有多强，但他绝对是天生的进化者。就在这时，孤儿院最大的赞助人罗迪亚姆伯爵走了过来，向神父求证这个消息。神父非常肯定地回答，虽然现在光芒还很微弱，但绝对错不了。罗迪亚姆看着眼前的艾琳，说她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，还温柔地问她今年几岁了。谁能想到，就因为这一下，艾琳的命运彻底改变了。她被罗迪亚姆收养，成了伯爵家的千金大小姐。坐在离开的马车上，艾琳觉得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她终于有家了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新身份会把她带向怎样的深渊。马车里，艾琳看着眼前的罗迪亚姆，心里满是感激。她还在琢磨该怎么报答这位恩人，可谁能想到，罗迪亚姆一开口，温和的面具唰的一下就撕下来了。罗迪亚姆冷冷地看着他，说他长得还算标致，不像普通孤儿那么寒酸。接着又算计起他的年纪，说距离他成年还有10年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善意的收养，而是一场精打细算的买卖。罗迪亚姆抽着烟，语气里全是冷酷。他说这虽然是一笔长期投资，但只要能养大一个进化者，迟早能连本带利赚回来。他还警告艾琳，到了地方别想当个寄生虫白吃白喝，必须尽快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番话像一盆冷水，把艾琳的幻想彻底浇灭了。她只能低着头，小声地答应着。直到很久以后，艾琳才真正明白，收养一个孤儿进化者，再把他们送进地下城，背后到底藏着多么肮脏的交易。在当时的贵族圈里，收养进化者就是一种投资手段。艾琳虽然名义上成了伯爵千金，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在外人面前，她必须装出幸福的样子给罗迪亚姆长脸，可一回到家，她就要像女仆一样干粗活，只要不留下伤痕，就没人管她的死活。罗迪亚姆还不断给她洗脑，说她只是个没有知觉的财产，就像那些摆设用的瓷娃娃，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可谁能想到，到了检测能力的那天，测试人员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不管测多少次，艾琳的进化能力都只有最低等。这一下可彻底完了。对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，这笔投资算是彻底砸了。罗迪亚姆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对着艾琳破口大骂，说她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自己白白养了她10年，结果却换来这么个没用的结果。既然进化能力指望不上，罗迪亚姆立刻想到了榨干她最后价值的办法。他冷笑着说，幸好艾琳还剩下一张漂亮的脸蛋，正好可以把她卖给有钱的老头子当老婆。以前艾琳总是告诉自己，不要去想，也不要去感受，
只要像个木偶一样顺从就能活下去。可这一次，他不想再任人摆摆了，他想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活下去。艾琳抬起头，哀求罗迪亚姆再给他1年的时间，这1年的期限成了他最后的赌注。艾琳大声喊道，自己会找搭档去地下城，把赎金一分不少的还清。可罗迪亚姆根本不信，他指着艾琳破口大骂，说谁会跟一个低等废物组队。艾琳直接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哪怕只给他半年时间去试一次。看着眼前的养女，罗迪亚姆心里又打起了算盘。最后他开出了一个天文数字，整整10万金币。这笔巨款成了艾琳唯一的生路，除了去地下城拼命拿奖励，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还清这笔债。为了自由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转眼就到了契约之夜，艾琳独自走向了那座城堡。谁能想到，这一去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？艾琳心里很清楚，必须在这里找到愿意组队的骑士。可现实太残酷了，一听说他是最低等的进化者，那些骑士个个避之不及。有人嫌他是累赘，有人宁愿单干也不带他。看着大厅里的人都有了伴，艾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红发男人突然凑了过来，问他是不是在找搭档。艾琳还以为遇到了好人，可对方根本没安好心。这帮人一边不怀好意的笑着，一边伸手就要去扯他的斗篷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该怎么脱身？艾琳根本来不及阻止，斗篷就被一把扯了下来。这下周围的人都看直了眼，红发男人更是两眼放光，调侃说他虽然能力垫底，但这长相和身材绝对是顶级的，难怪要裹得这么严实。这家伙越凑越近，甚至开始动手动脚。他厚颜无耻地提出，战利品要91分成，而且艾琳每天都得陪他睡，才肯勉强签契约。艾琳只觉得一阵恶心，这种无赖居然也能顶着骑士的名号，简直是行业的耻辱。可恶心归恶心，现实却很残酷。如果今晚找不到搭档，他就只能回去被罗迪亚姆卖掉。艾琳彻底陷入了绝望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有人大喊：“是迈克尔大人来了！”大厅里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小声嘀咕：“这位大名鼎鼎的圣骑士迈克尔，怎么会跑到契约之夜来？”要知道，迈克尔平时只为了正义和救人而战，而且他从来不跟任何人组队，今天突然现身，实在太反常了。看着迈克尔一步步走近，艾琳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虽然有点厚脸皮，但利用他的善良，已经是自己唯一的生路了。艾琳一咬牙，直接拦在了迈克尔面前，大声喊道：“迈克尔大人，请和我签订契约吧！”艾琳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，她死死拽住迈克尔的衣服，近乎哀求地喊道：“求求你，我必须进地下城！我知道这很无理，但我真的没有别的人可以求了。”整个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迈克尔就这么看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艾琳顿时后悔了，圣骑士可是发过誓要保持纯洁的，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荒唐的要求？可谁能想到，迈克尔居然点头说：“我答应了。”这下艾琳彻底懵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迈克尔已经一把拉住他，准备带他离开。这一下，旁边围观的人全炸锅了，这契约居然就这么成了。谁能想到，大名鼎鼎的圣骑士真的会答应一个无名小卒的请求？迈克尔看着眼前的姑娘，开口问他：“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”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绝望中的一次豪赌，竟然真的改变了命运。高冷圣骑士重伤濒死，唯一的解毒方法竟然是亲密接触。为了救活他，低等进化者少女只能咬牙吻了上去。可下一秒，原本昏迷的男人却突然睁开双眼，死死将他搂入怀中。大名鼎鼎的圣骑士迈克尔，居然要和他绑定契约了。艾琳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在这个充满魔气的世界里，为了达到最强的进化效果，契约双方必须有身体接触，哪怕只是临时组队，名义上也是真正的夫妻。高不可攀的圣骑士马上就要成为她的丈夫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。看着眼前的迈克尔，艾琳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，结结巴巴的自我介绍。围观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小声嘀咕：这位不近女色的圣骑士怎么会突然选择搭档？有人猜测迈克尔只是心软，想从流氓手里救下这个姑娘。毕竟艾琳只是个最低等的进化者，而迈克尔是高高在上的正义使者。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场施舍，却没人能料到，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两人的命运。旁观者的风凉话越来越难听，嘲讽迈克尔也是为了美色，才选了最低等的进化者。艾琳心里满是愧疚，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圣骑士。迈克尔根本不在意闲言碎语，只是低声对艾琳说：“这里人多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”两人迅速离开是非之地，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准备离开。迈克尔上前询问价格，车夫一抬头，整个人都激动坏了。车夫大喊着迈克尔的名字，二话不说直接给车费打了对折，催促他们赶紧上车。迈克尔绅士的请艾琳先上去。这趟未知的旅程在夜色中正式拉开序幕。
迈克尔扶着艾琳上车，可刚等他站稳，迈克尔就迅速把手抽了回去。这冷淡的动作让艾琳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到底是出于绅士的礼貌，还是这位圣骑士根本就讨厌和人身体接触？马车在夜色中一路小跑，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沉闷。艾琳主动打破沉默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，说自己刚才实在是太缠人了。迈克尔却摇了摇头，说自己其实也刚好需要一个搭档，因为联合王国最近出台了新规，没有进化者陪同，骑士根本进不去地下城。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艾琳之前说的那句话。迈克尔突然开口询问，问他为什么要拼命进地下城。艾琳这才明白，对方只是因为新规限制，才不得不找个搭档。这下可把艾琳问住了，他总不能说自己被逼债。纠结了半天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撒谎，说自己是为了钱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迈克尔显然有些意外，毕竟在他眼里，进化者一般不会把钱挂在嘴边。为了不让对方误会，艾琳赶紧编了个理由，说自己赚来的钱全都会捐给神殿做慈善，好让无家可归的人有口热饭吃。听到这番话，迈克尔的神色缓和了下来，他显然相信了艾琳的解释，甚至觉得这个姑娘心地善良。可艾琳心里虚得很，毕竟她还欠着伯爵的巨额债务，她只能小心翼翼的试探，问自己能不能分到5%。迈克尔看着他，语气有些意味深长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可就简单多了。迈克尔直接给出了方案，既然艾琳只是为了钱，那他根本不需要跟着进地下城，他甚至大方地表示可以直接分给他10%的报酬。迈克尔解释说，自己只需要一个名义上的搭档，所以艾琳不用陪他冒险，更不需要帮他做任何进化。艾琳有些担心地问，那地下城里的魔气该怎么办？迈克尔却非常自信，说自己的神圣力量足够应付，根本不需要艾琳帮忙。既然对方把话都说到份上了，艾琳也只能点头答应。他低声向迈克尔道谢，感谢他答应了自己的请求，不用冒险还能拿到双倍的钱。这听起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可艾琳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这趟合作真的会像迈克尔说的这么顺利吗？迈克尔把艾琳送上车后，特意叮嘱车夫把她安全送回宿舍，自己则留在了夜色中。车厢里只剩下艾琳一个人，他忍不住暗骂自己真是个笨蛋。明明对方已经答应合作，甚至还大方地分给1成报酬，这明明是最好的结果，可为什么心里反而空落落的？他到底在期待些什么？不过迈克尔确实是个守信用的人，契约达成后，他立刻开始疯狂扫荡地下城，那些连老手都不敢碰的高难度区域，他一个人就全接了下来。虽然危险重重，但回报也同样惊人。那笔看似还不清的10万巨债，终于开始慢慢减少了。可这看似顺利的背后，真的没有别的代价吗？虽然跟迈克尔赚的没法比，但艾琳自己也没闲着，平时在宿舍帮女仆干点杂活，也能攒下一些零花钱。这样下去，债就能还得更快了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艾琳站在露台上，心里却直犯嘀咕，不知道迈克尔穿的够不够暖和。虽然迈克尔说过不需要他做什么，但每次他出发去地下城，艾琳都会偷偷跑出来，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上一眼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，是迈克尔。在艾琳心里，迈克尔不仅是他的恩人，更是把他拉出深渊的救世主，也是他唯一的搭档。虽然他们之间从来不像其他搭档那样亲密，虽然名义上是搭档，但两个人平时连话都说不上几句。艾琳能看到的永远只有迈克尔离去的背影，不过只要他能平安回来，艾琳就觉得足够了。他甚至在暗自计划，等哪天把伯爵的债彻底还清，自己重获自由之后，一定要好好报答迈克尔的恩情。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就在艾琳以为日子会这样平稳度过时，意外突然降临了。迈克尔居然受了重伤，整个人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，身上满是触目惊心的伤痕。这下艾琳彻底慌了，明明实力那么强悍的圣骑士，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？守卫无奈的解释，迈克尔是在最危险的地下城受的伤，要不是他实力强悍，根本不可能活着逃出来。那场战斗极其惨烈，除了公主和几个进化者，其他骑士全军覆没了。神殿现在也无能为力，只能把迈克尔送回艾琳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艾琳整个人都懵了，她急忙扑到床边，大声呼喊着迈克尔的名字。可迈克尔根本没有反应，他体内的魔气已经深得吓人，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没救了。艾琳咬了稳心神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把人救回来。不管艾琳怎么贴近，迈克尔体内的魔气还是没有散去，普通的皮肤接触根本不管用，必须得有更深层的接触才行。看着昏迷不醒之中的迈克尔，艾琳心里非常纠结。她知道迈克尔平时最讨厌别人碰他，可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为了能让迈克尔活下来，艾琳一咬牙直接吻了上去，只要能保住他的命，就算事后被讨厌他也认了。就在这时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，艾琳察觉到了异样，迈克尔居然醒了过来，而且一把将艾琳死死搂在怀里。这下事情可彻底失控了。为了拯救失控的圣骑士丈夫，她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，
却被恶毒的公主骗进深渊惨死。当他再次睁开眼，竟然回到了命运的起点。13年前的一场烈火，彻底毁掉了艾琳的人生。母亲用身体死死顶住大门，拼尽全力向她大喊：“快跑，艾琳，一定要活下去！”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。而那个亲手杀害母亲的凶手，竟然是艾琳的亲生父亲。因为被地下城的魔气污染，父亲早已失去了理智，彻底变成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一旦被魔气侵蚀，又没能及时净化，普通人会直接身体崩溃而死，而那些强撑下来的人，则会堕落成毫无理智的魔物。魔气会蚕食人的理智和灵魂，让人只剩下求生的本能，疯狂地渴望被净化。当圣骑士在地下城失控时，净化者就是他们唯一的救赎，这也是艾琳的使命。看着迈克尔终于睁开双眼，艾琳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虽然他眼里还残留着魔气的猩红，但至少人已经清醒了。可还没等艾琳把话说完，迈克尔却突然像发了疯一样，直接将他死死压在身下，狂暴地吻了上来。现在的迈克尔完全被本能支配，艾琳根本无法挣脱，只能断断续续地呼喊他的名字。可对方的力道大得惊人，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事情彻底失去了控制，艾琳死死抓着床单，几乎快要窒息。艾琳在窒息感中拼命挣扎，迈克尔终于短暂地松开了手。还没等艾琳缓过神来，双眼通红的迈克尔再次压了上来。他的理智已被魔气彻底吞噬，只剩下最原始的求生本能。艾琳慌乱地想要推开他，求他动作能轻一点，可失控的迈克尔根本听不进去，动作粗暴的像一头野兽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亲密，只有粗暴的撕扯和剧烈的疼痛。但为了帮他净化体内的魔气，艾琳只能咬紧牙关，默默忍受，任由迈克尔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死死地将他纠缠。这一刻，两人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。可等迈克尔清醒过来，他们又该如何面对彼此？当身体开始被迫适应，混乱的思绪彻底占据了大脑，根本分不清过了多少个日夜。每次累到昏睡过去，醒来又是一轮新的纠缠。时间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艾琳终于疲惫地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迈克尔已经坐在了床边。艾琳急忙轻声询问：“您是什么时候醒的？”此时的迈克尔已经恢复了理智，看着眼前凌乱的一幕，他整个人彻底懵了，有些不知所措地开口质问：“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艾琳下意识拉紧被子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迈克尔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对艾琳做出这种荒唐事。极度慌乱之下，他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，就直接落荒而逃，冲出了房间，只留下艾琳一个人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，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迈克尔走得实在太匆忙，房间里只剩下凌乱的衣物以及他慌乱中落下的随身物品。看着眼前冷清的房间，艾琳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。坏消息总是传得飞快，没过多久，整个神殿就彻底炸开了锅。所有人都在疯传，迈克尔已经被剥夺了神职，甚至被直接驱逐出了神殿。走廊里到处都是刺耳的闲言碎语，有人在替迈克尔感到不值，觉得他是一时糊涂，才会被一个低等进化者缠上。甚至有人恶毒地指责艾琳，说他纯粹是为了钱财，才主动向圣骑士投怀送抱。大家都在议论纷纷。如果迈克尔当初选的是塞西利亚，就绝对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所有的矛头瞬间都指向了艾琳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因为他而失去一切的男人。迈克尔再也没有回来找过他，这也在意料之中。发生了那种荒唐的事，换作是谁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艾琳独自守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心中充满了懊悔。对他这种底层人来说，活下去就是最珍贵的事情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以为，只要能保住迈克尔的性命，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可他根本没有想到，对于一个高傲的圣骑士而言，神圣的誓言一旦被毁掉，简直比让他死还要难受。这下反而是帮了倒忙。早知如此，他当初真不该自作聪明去救他。毕竟在马车上的时候，迈克尔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什么都别做。看着迈克尔留下的财物，艾琳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些东西他绝对不能要，必须原封不动的还回去，顺便向他真诚地道个歉。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刚出门没走多远，就迎面撞上了最不想见的人。艾琳赶紧低头向对方行礼，塞西利亚却发出一声冷笑，嘲讽艾琳看起来过得挺滋润，甚至骂她是个厚脸皮的女人。这位塞西利亚身份尊贵，不仅是帝国最显赫的公主，更是这里实力最强的进化者。平时像艾琳这样的底层人，连跟她说话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主动撞在枪口上，麻烦显然彻底闹大了。艾琳只能低头默默认错，顺便打听迈克尔的下落。塞西利亚却满脸不屑，反问凭什么要告诉他。艾琳解释自己只是想去道歉。塞西利亚听完冷笑了一声，指着远处危险的低等地下城，声称迈克尔就在里面清理魔物，还大方地让艾琳直接进去寻人。艾琳信以为真地道了谢，急忙朝着阴暗的洞口走去。可她根本没有注意到，身后的塞西利亚正露出一脸阴险的坏笑。
这一去注定是凶多吉少。艾琳独自走进了漆黑的洞穴，一边摸索一边呼喊迈克尔的名字，可里面根本没有迈克尔的身影，反而堆放着一堆奇怪的箱子。更糟糕的是，黑暗深处似乎有无数双眼睛，正在死死地盯着他。艾琳看着满地的空箱子，正犹豫着要不要退出去，突然一只漆黑的魔手从暗处伸出，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踝。艾琳还以为是迈克尔，试探着呼喊他的名字，可当他看清眼前狰狞的怪物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谁能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？艾琳甚至来不及挣扎，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。临死前他嘴里念叨的依然是迈克尔的名字。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悲惨结束，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大玩笑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，耳边却传来一阵粗暴的怒吼，一个男人正冲着他大声咆哮：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罗迪亚姆正冲着他大发雷霆：你到底在看哪里？我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吗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把艾琳整个人彻底搞懵了。自己明明已经死在了那个地下城，怎么一睁眼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？难道自己真的重生了？看着手心里残留的温度，这一切显然不是幻觉。重活一世的他发誓绝不与前世的仇人绑定，可就在他即将与他人签约时，那个男人却浑身是血的闯入，当众跪在他面前卑微祈求。看着车窗外越来越近的要塞，艾琳这才敢相信自己是真的活过来了。刚重生那会儿，他还以为这只是临死前的幻觉，所以他像以前一样向罗迪亚姆哀求了半年时间，然后躲进房间静静等死。可一天天过去，死神根本没有敲门，他不仅没死，反而迎来了全新的开始。艾琳躺在床上纳闷，自己怎么还没死，而且这一觉睡得还挺香。还没等他多想，女仆就粗暴地推开门大喊，催他赶紧吃完去干活。艾琳只能小声答应着。背地里，女仆们还在嚼舌根，嘲笑他一个最底层的进化者，居然还妄想去要塞找骑士搭档。看着手里粗糙的面包，艾琳心里很清楚，这冷嘲热讽的待遇跟上一世简直一模一样。不仅是女仆，管家嫌弃地扔下行李催他走，马夫也因为这趟差事满脸不耐烦。所有人的态度都和记忆里分毫不差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签订契约的这天。坐在去往要塞的马车上，艾琳看着自己的双手，那种被怪物撕碎的剧痛到现在都还清清楚楚。看来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带着记忆重生了。可这一次，他能改变那个注定悲惨的结局吗？艾琳开始回想前世的细节。塞西利亚明明说怪物都清理干净了，迈克尔也在里面，结果全是谎言，里面根本没有迈克尔，只有一只守着宝箱的恐怖怪物，直接要了他的命。可奇怪的是，艾琳摸了摸口袋，发现死前拿到的那个金属片居然跟着他一起重生了。这东西现在就在他手里。按理说低级地下城根本没好货，可他拿到的这个居然是极少出现的顶级神器，这可是地下城里最宝贝的魔法道具。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？难道这就是他重生的关键？在地下城里，那些传说中的顶级神器每一个都拥有逆天的力量，有的能让人在水下自由呼吸，有的能照亮整个黑暗，甚至还有能让人延缓衰老的宝贝。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或者卖出让人无法想象的天价。艾琳看着手里的金属片，原本以为这只是没人要的破铜烂铁，难道他也是这种级别的宝贝？他试了半天，结果这玩意儿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看来现在还摸不透它的用法，不过安全起见，还是先贴身收好再说。虽然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能重生，但既然重来一次，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在去往要塞的路上，艾琳凭着记忆把未来1年内所有要开启的地下城信息全都详细的写了下来。以前在要塞被大家排挤，闲着没事就只能看地下城档案消磨时间，谁能想到那些曾经用来打发时间的无聊记录，现在居然成了他逆天改命的最大底牌。只要地下城的信息没变，就算契约之夜出了差错，靠着卖掉那些顶级神器，也能轻轻松松攒够赎身钱。这样一来，就不用再和迈克尔扯上关系了。只要不和他绑定，前世的悲剧就不会重演。可一想到这个名字，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目的地要塞已经到了，这扇车门一开，就是新的人生的开始。既然老天给了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就必须把以前的错误全部纠正。这一次，他绝对不会再和迈克尔成为搭档，也绝不重蹈覆辙。夜幕降临，要塞的宴会厅里已经挤满了人。艾琳披着斗篷混在人群里，仔细观察着四周。还好，来的人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这次挑选搭档，必须得找个实力过得去的，而且对方得有和他签约的意向。最关键的一点，只要不是迈克尔，谁都好。就在这时，目标出现了，就是这个男人。前世在契约之夜，他曾主动过来搭讪骚扰，本以为他只是个好色之徒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实力强悍的战士。
还活过了最艰难的第1年。既然这样，这次正好可以利用他的好色本能，为自己争取主动权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今天出门前还特意比前世多打扮了一下。前世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这货都主动凑了过来，这回只要在他面前晃一下，他绝对会上钩。果不其然，鱼儿要咬钩了。这鱼儿刚抛出去，这男人还真就自己送上门了。男人笑着凑过来搭讪，问艾琳是不是在找搭档。这下鱼儿可算彻底咬钩了。艾琳故意装作很抢手的样子，说自己还在挑人，旁边的人却突然插嘴，问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进化者。艾琳也没隐瞒，直接说是最底层的10级。这话一出，男人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，旁边的同伴也跟着愣在原地。同伴们顿时哄堂大笑，嘲讽他是在开玩笑，谁会愿意跟一个最垃圾的进化者组队？可就在这时，艾琳直接摘下了兜帽。当她露出真容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的笑声唰的一下全停了。这长相一露出来，刚才还在嘲笑的几个男人态度立马变了。艾琳很清楚自己的劣势，主动提出会在契约上让步，把主动权抛给对方。一听有便宜可占，男人顿时来了兴趣，赶忙追问条件。艾琳开出的条件极其诱人，地下城的所有收益都归他，自己每个月只要一份低等奖励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过艾琳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那就是必须由他来指定地下城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要求。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，傻子才会拒绝。男人当场就拍板同意了。可这家伙显然没安好心，刚谈妥条件，就顺杆爬提出要一起过夜。看着眼前这个精虫上脑的家伙，艾琳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鱼儿这回是彻底跑不掉了，只要不是迈克尔，跟谁签约都行。眼看着契约马上就要达成了，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大门突然被猛地撞开，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谁能想到，门口站着的居然是满身是血的迈克尔。这下艾琳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前世的一切都没变，为什么偏偏迈克尔提前出现了，而且还搞得这么狼狈？更要命的是，他竟然直勾勾地冲着艾琳走了过来。迈克尔走到他面前，直接单膝跪了下去。他看着艾琳，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女士。”谁能想到，这个高傲的圣骑士竟然会卑微到这种地步？迈克尔低声哀求：“求您赐予我进化的恩典吧。”这话一出，艾琳整个人都傻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迈克尔居然会主动求她进化。艾琳颤声问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前世高傲冷漠的圣骑士长，这一世竟然当众下跪求他进化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抓住他不放。而前世害死他的仇人也提前现身，命运的死局难道真的无法避开吗？高傲的圣骑士长迈克尔竟然当众下跪，他声音颤抖着哀求艾琳赐予进化恩典。这一幕让艾琳彻底懵了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周围的贵族们更是看得目瞪口呆。宴会厅里明明有那么多高阶进化者，为什么迈克尔偏偏选了最弱的他？艾琳强行压下心头的疑惑，冷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找我进化？”迈克尔缓缓抬起头，那复杂的眼神让艾琳心里咯噔一下。这个男人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艾琳一眼就看出迈克尔的状态不对，他眼底已经泛起代表污染的红色魔气，如果再不净化他，随时会彻底暴走。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，迈克尔就用尽最后的力气沙哑开口，他说他现在只需要他。看着眼前这个卑微求救的男人，艾琳一时间有些恍惚。在他的前世记忆里，迈克尔永远是高傲且冷漠的。前世他甚至亲口警告过艾琳，说自己根本不需要他的任何帮助，让他滚远一点，别来多管闲事。可为什么这一世，这个男人却主动跪在他面前求救？命运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？在世人眼里，迈克尔是拯救大陆的英雄，不仅实力强悍，长相更是无可挑剔。对于曾被他救过的艾琳来说，爱上这样一个完美的男人根本无法自拔，哪怕他知道这份爱意注定没有结果。前世的记忆里有一道抹不掉的伤疤，那天一向无敌的迈克尔竟然带伤回来。艾琳心疼的想要帮他查看伤势，可换来的却是他无情的推拒。那冰冷的力道直接把艾琳推回现实。他永远忘不掉迈克尔当时的眼神，里面写满了对他的嫌弃和厌恶。前世的迈克尔总是把他推得远远的，哪怕受了重伤，也只是冷冰冰的让他让开。可后来，当这个男人终于需要他，甚至在绝境中紧紧抱住他的时候，艾琳心里却只剩下无尽的悲凉。这种单向奔赴的感情毫无意义。他有多爱迈克尔，就有多讨厌卑微的自己。看着眼前这个再次求助的男人，艾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这一世他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做出了不同选择，才连带着改变了迈克尔的行动轨迹？不行，他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当个陌生人才是他们最好的结局。艾琳深吸一口气，冷冷的开口拒绝：“迈克尔大人，以您的尊贵身份，完全可以找到比我强100倍的搭档。”本以为把话说绝对方就会知难而退，可谁能想到迈克尔根本不打算放手，他竟然当众死死抓住了艾琳的手腕。
迈克尔态度异常坚决地表示，只要他。艾琳一边挣扎一边质问他为什么。就在两人拉扯不清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笑着插了进来。他优雅的自我介绍，名叫塞西利亚，主动提出要为迈克尔进行净化。看到塞西利亚出现的瞬间，艾琳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。这可是前世害死他的罪魁祸首，为什么这一世他会提前出现？时间回到1年前的维斯康蒂王国，塞西利亚正与他的哥哥密谋。哥哥指出，神殿势力扩张的太快，全是因为圣骑士长迈克尔战功赫赫，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王国的利益。所以帝国强制要求组队进入地下城，就是为了用组队来打破迈克尔的誓言。哥哥冷笑着询问塞西利亚，是不是想借此毁掉迈克尔的名誉？塞西利亚笑着承认了自己的野心，只要能利用进化能力强行与他组队，就能把这个最强战力彻底拉拢过来。哥哥给塞西利亚下了死命令，如果无法拉拢迈克尔，就直接除掉他，绝不能让他继续威胁王国的利益。塞西利亚微笑着一口答应下来，他主动走上前提出要和迈克尔组队，这在旁人眼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看到这一幕，艾琳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只要迈克尔和塞西利亚绑定，前世的悲剧或许就不会重演。可就在艾琳准备悄悄离开的时候，现场的局势却突然发生了异变。塞西利亚自信地表示能轻松完成净化，可还没等他靠近迈克尔，宴会厅里突然爆发出一股耀眼的强光，这恐怖的动静把周围所有人都吓傻了。这竟然是传说中最高阶的净化之光，可最猛的人反而是站在一旁的艾琳。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力量，却自己涌了出来。以他最底层的实力，怎么可能释放神迹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强烈的眩晕感猛然袭来，他的魔力正在被疯狂强行抽干。艾琳的身体已经支撑到了极限，如果现在倒下，他的计划将全部泡汤。就在他即将倒地的瞬间，迈克尔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死死抱住了他。两人的命运在这一刻再次交织在一起。在艾琳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耳边只剩下迈克尔那低沉沙哑的嗓音：“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搭档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放手了。”看着怀里彻底晕死过去的艾琳，迈克尔在心中暗暗发誓，这一世他一定会拼尽全力守护她，绝对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重演。明明是刚见面的陌生人，他却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。难道重生回来的不止我一个人吗？迈克尔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。他感谢他愿意成为搭档，并许下了某种承诺。当艾琳再次睁开眼睛，四周已是一片刺眼的光芒。他有些迷茫地打量着周围，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更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如此奢华的房间，难道是回到了伯爵府？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。伯爵府根本没有这么气派的房间。看着这华丽的房间，艾琳心里直犯嘀咕，就算自己立了功，待遇也不至于好到这种地步。这时，一个女仆推门进来，见艾琳醒了，赶紧递上一套崭新的衣服，让她换好后在房间等待。看着手里的衣服，艾琳这才反应过来，这里居然是要塞的净化者宿舍，这待遇跟她以前住的破屋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还没等她想明白要等谁，房门就被人推开了。几名要塞祭司和工作人员呼啦啦全涌了进来，领头的男人笑得一脸谄媚，关切地询问艾琳的身体状况。这阵仗让艾琳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只能客套地回应自己已经没事了。对方听完立刻说明来意，因为艾琳之前展现的进化能力跟登记的资料完全对不上，他们这次来是要重新评估她的等级。祭司客气地询问艾琳能不能耽误她一点时间。艾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，只能下意识地答应。其实她心里很清楚，昨天那场进化闹得实在太大，平时进化顶多有点微光，可昨天那动静直接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，这起码得是2级以上的进化者才能办到的事。怪不这帮人态度大转变，不仅把他安排在顶级房间，还把他当成贵宾一样伺候。可艾琳根本不想出这个风头，昨天那种虚脱的感觉显然是身体超负荷的反应。难道因为自己重生了，连带着体内的进化能力也变强了？要是这样，接下来的计划可就不好办了。还没等他多想，祭司就端来了一盆魔兽之血，让他把手放上去，说是要根据血液进化的纯净度来重新测定他的等级。这下艾琳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把手伸了过去。这手一旦放下去，他的真实实力可就彻底瞒不住了。艾琳把手放进魔兽血里，本以为会引发什么大动静，结果全场瞬间一片死寂。祭司看着测试盆，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。测试结果居然是9级，要知道9级可是最底层的水平。祭司有些不敢相信，开口询问艾琳：“你真的进行进化了吗？”艾琳肯定的了点头。这下管事的坐不住了，赶紧让人去换一盆新的魔兽血，怀疑是测试道具出了问题。结果测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出来的结果全都是最底层的9级。反复折腾下来，艾琳的身体根本吃不消，最后直接累得晕了过去。本来是来测试天才的，结果直接把人给测晕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祭司看着测试结果，只能尴尬的对艾琳说：“那就先登记为9级吧，等身体好些了再重新测试。”随后便带人离开了房间。等人都走光了，
艾琳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虽然她的进化能力确实变强了，但终究还是个最底层的9级。这下可好，之前和迈克尔组队闹出那么大动静，结果测出来却是个9级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指不定怎么笑话他。他甚至开始担心神殿会不会告他等级欺诈。看着旁边送来的行李箱，艾琳心里很清楚，既然自己只是个9级，那这间豪华宿舍他肯定住不久，与其等人家来赶，不如自己先收拾好东西。当初离开伯爵府的时候，他可是信心满满，结果现在事情一件都没按照计划发展。更糟糕的是，过几天181号地下城就要开启了，要是到时候再出什么意外，那可就真的麻烦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原本最底层的地下城，竟然因为一枚隐形戒指，彻底成了传奇。这宝贝在当年的拍卖会上可是卖出了天价，只要能拿到这枚戒指，他就能彻底摆脱伯爵府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。本来计划的好好的，第一不跟迈克尔扯上关系，第二低调做人，结果现在倒好，这2个计划全泡汤了。就因为刚才那场意外的进化，他等于当众宣布自己要和迈克尔绑定成搭档。这一下真是赶鸭子上架，想赖都赖不掉了。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只能主动出击了。他打算给迈克尔开出同样的条件，反正这条件比前世低得多，料想对方也不会拒绝。只要等拿到地下城的戒指，就立刻解除搭档契约，从此各走各的路。就在他盘算着退路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他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朝门口喊了声请进。门一开，进来的居然是迈克尔。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脱口而出迈克尔大人。迈克尔看着地上的行李箱，有些疑惑地问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艾琳老老实实地回答，我在收拾行李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迈克尔追问道，收拾行李？为什么要搬走？艾琳被问得莫名其妙，理所当然地回答，因为我必须搬去普通宿舍啊。迈克尔听完直接愣住了，完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走。迈克尔认真地对他说，艾琳小姐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你根本没必要搬走。难道是这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不舒服吗？艾琳赶紧解释，不是那样的，只是因为我只是个9级进化者，根本付不起这么贵房子的租金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迈克尔当了一辈子连杰的圣骑士，根本就没什么积蓄，要是自己继续赖在这里，迟早会变成他的累赘，所以必须得赶紧搬走。结果迈克尔却说，房费他已经付过了，让艾琳不用担心，安心在这里住下就行。这话一出，艾琳整个人都傻了。迈克尔看着他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准确的说，迈克尔解释说，之前他帮泰雷尼亚王国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地下城，对方为了答谢他，特意准备了这间豪华套房，他实在推脱不掉，再加上考虑到艾琳的安全，索性就收下了。艾琳听完这才明白过来，连忙向他道谢。可话刚一出口，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一世他根本还没来得及向迈克尔做自我介绍，那迈克尔到底是怎么知道他名字的？重生后的他本想拿到戒指就逃跑，高冷的神殿骑士长却突然变得极度温柔，甚至主动让出所有地下城宝物。可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时，前世的宿敌竟一口叫出了他隐藏的真名。艾琳心里直犯嘀咕，干脆直接问出了口，迈克尔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迈克尔微微停顿了一下，这才开口解释，说是听路过的祭司们提起的，并为自己的唐突感到抱歉，希望艾琳不要介意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艾琳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她赶紧笑着自我介绍，说自己只是个最底层的9级进化者。迈克尔听完微微行礼，感谢他的宽容。迈克尔也顺势做了自我介绍，两人客套一番后，屋里顿时安静的有些尴尬。艾琳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问出心里的疑问，契约那天那么混乱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我当搭档？迈克尔的回答倒也直接，说只是因为当时他刚好在旁边。这个答案让艾琳愣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清楚记得那天晚上，迈克尔浑身是血的推开大门，目标明确的直奔他而来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。艾琳脑子里全是当天的画面，如果真是自己想多了，直接追问确实太尴尬，但他还是决定把话说清楚。迈克尔大人，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你可真是选错人了，毕竟我只是个最底层的9级进化者。迈克尔却不这么认为，反而追问他契约那晚的光芒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艾琳这下有些慌了，解释说自己也不知道原因，之后尝试也再没成功过。本以为迈克尔会因此退缩，谁知他根本不在乎，既然已经结成了搭档，能力不够的部分用他的神圣力量来补足就行。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一世的迈克尔说话的声音好像比前世要温柔得多。迈克尔的温柔让艾琳有些心乱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提醒自己不能动摇，毕竟过几天两人就要分道扬镳，必须按计划行事。只要拿到那枚隐形戒指，他就能彻底离开，再也不用拖累迈克尔了。想到这，艾琳主动开口，迈克尔大人，虽然有些冒昧，但我想和您商量一下。
关于地下城奖励的分配问题，迈克尔倒是非常爽快，示意他尽管直说。艾琳接着说道：“我知道您平时都会把地下城的奖励捐给神殿，毕竟您是神殿骑士团的团长，您的为人也一直让我非常敬佩。”艾琳心里很清楚，迈克尔根本不缺崇拜者，但他现在急需一笔钱来保障自己以后的生活，所以这个口他必须得开。艾琳直接开门见山：“迈克尔大人，地下城的奖励您可以拿走大头，但我能不能偶尔挑选一件我自己想要的奖励？”听到这个要求，迈克尔显然有些意外。艾琳生怕他拒绝，赶紧又补了一句：“哪怕只合作1个月也行，剩下的东西都归您处置。”虽然已经是第2次面对他，但艾琳心里还是直打鼓。他最怕迈克尔会像前世那样，再次用那种嫌弃的眼神看着他。结果迈克尔只是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回答：“没问题，既然这是你的愿望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”迈克尔甚至还主动退让，说关于奖励的分配，艾琳完全不用担心，他会全部安排好。这突如其来的顺利，让艾琳心里有些不敢相信，但他还是强撑着道谢：“迈克尔大人，谢谢您。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在合作结束之前，就请您多关照了。”迈克尔看着他，语气依旧平静：“好的，我也很期待接下来的合作。”夜幕降临，艾琳躺在宽敞舒适的大床上，不知道是因为迈克尔的善意，还是因为这辈子第一次盖上这么暖和的被子，这一晚她终于睡了个安稳觉。为了确认地下城的情况，艾琳特意跑了一趟资料室，工作人员递过文件，说这是最近新发现的地下城清单，还顺口问了一句：“需不需要把以前的资料也一起带上？”艾琳笑着道谢，把资料接了过来，看着手里的清单，艾琳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看来重生并没有改变地下城的轨迹，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，只要按计划行事，拿到隐形戒指应该不是难事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一个黑发男人突然迎面撞了上来，把他手里的资料撞洒了一地。艾琳正准备弯腰去捡，却在看到地上的东西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个撞人的黑发男人，对方急忙道歉，说是因为见到他太高兴，跑得太急才撞在一起，还关切地问他要不要紧。可还没等艾琳松口气，对方的眼神却突然变了，艾琳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威尔赫米娜，落魄女配为了高攀权贵，疯狂造谣抹黑昔日闺蜜，却不知对方早已攀上圣骑士团长。当她当面挑衅质问时，却被对方一句话瞬间反杀。塞西利亚端起酒杯微微一笑：“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，不过下次还能不能来，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”她瞬间收起笑容，冷冷开口：“以你威尔海米娜的身份，平时根本没资格坐在这里，这次特意找你过来，只是为了查清一件事。”塞西利亚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：“听说你和那个跟迈克尔大人契约的艾琳认识很久了，把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全都给我交代清楚。”他最想不通的是，高高在上的迈克尔大人怎么会挑了那个底层废物当搭档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面对塞西利亚的逼问，威尔海米娜连忙讨好的开口，要问艾琳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她叫艾琳罗迪亚姆，其实她原本和我一样是个孤儿，还比我小2岁，但她运气好被大领主罗迪亚姆收养，这才成了一名进化者。威尔海米娜咬牙切齿的坦言，从第一眼看到艾琳开始，她就打心底里讨厌这个虚伪的女孩，但为了巴结罗迪亚姆家族，她不得不被迫和艾琳做朋友。当年第一次见面时，艾琳微笑着跟她打招呼，可威尔海米娜看着那副柔弱的表情，只觉得无比恶心和厌恶。威尔海米娜心里满是嫉妒，凭什么艾琳能穿上华丽的衣服，还能得到罗迪亚姆伯爵所有的宠爱，可偏偏艾琳总是摆出一副忧郁又可怜的无辜模样，这让威尔海米娜看了就觉得恶心。自己只是个落魄的男爵女儿，而艾琳却占尽了便宜还卖乖。就在威尔海米娜准备离开时，艾琳却笑着叫住了她，特意送来一盘草莓蛋糕，说是伯爵赏赐的，想和她一起分享。看着眼前的蛋糕，威尔海米娜只觉得无比讽刺，她冷冷地质问：“这不过是下午茶吃剩的垃圾吧？”艾琳急忙解释，这可是她特意求伯爵才要来的。可威尔海米娜根本不领情，反而觉得这是在故意羞辱她。她大声质问艾琳：“难道是想让我吃剩饭吗？简直太恶心了！”精致的蛋糕被狠狠摔在地上，艾琳整个人都懵了。明明是想分享好东西，结果却变成了这样。更可笑的是，明明是威尔海米娜在撒泼，艾琳居然还主动低头道歉，说是自己的错让对方不开心了。在威尔海米娜眼里，艾琳这种性格简直就是愚蠢，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好拿捏。她把艾琳当成女仆使唤，甚至还变着法子折磨她。有一次，她从黑市弄来魔兽血，逼着艾琳去进行进化，结果这一世却发现了惊天秘密，艾琳当时的进化能力竟然已经达到了3级以上。威尔海米娜自信满满，觉得自己在正式测试里也能拿到3级以上的优秀成绩。艾琳听了比谁都高兴，
真心实意的为他庆祝。威尔海米娜心里早就盘算好了，只要拿到3级评级，他就能攀上高枝，嫁入豪门，彻底摆脱艾琳这个累赘。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。测试结果一出来，威尔海米娜居然只有5级，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。5级这个尴尬的成绩，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罗迪亚姆伯爵更是气得不行，这个不上不下的等级，不仅没法给家族带来利益，反而成了一个甩不掉的包袱。因为进化能力太弱，威尔海米娜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。好不容易熬过第1年，搭档的骑士却直接甩手不干，冷冷的让他去找别人。到了第2年，情况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更糟糕。新搭档甚至背着他找了别人，还理直气壮的吼道：“还不是因为你能力太差，不服气就直接散伙。”就这样1年又1年，他受尽了嫌弃和白眼。直到今年，艾琳重新参加了契约之夜，并且成功结成了新的搭档。但谁能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塞西利亚公主居然主动找到了他。塞西利亚公主的聚会门槛极高，能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高阶进化者，但偶尔公主心情好，也会放几个不够格的人进来碰运气。威尔海米娜就是那个幸运儿，她心里很清楚，这可是她翻身的唯一机会，只要能讨得公主欢心，以后的日子就彻底不用愁了。为了表现自己，威尔海米娜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艾琳。她开始在塞西利亚面前疯狂泼脏水，说艾琳是个目光短浅的虚伪女人。在她的嘴里，艾琳从小就喜欢高高在上地施舍她，甚至被伯爵家收养后，还天天矫情的抱怨日子难过。不仅如此，威尔海米娜还越说越起劲，甚至造谣艾琳是个只知道勾引骑士的花痴。这次逃跑也是因为不满意伯爵安排的婚事。他甚至还拿艾琳的等级说事，嘲笑艾琳测出10级之后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根本接受不了自己是最底层废物的现实。说到这里，威尔海米娜突然停了一下，像是又想到了什么能彻底踩死艾琳的猛料。威尔海米娜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觉得艾琳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才攀上了迈克尔这棵大树。他决定亲自去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毕竟在威尔海米娜眼里，这个一直被他当成废物的艾琳，现在终于有了利用价值。面对撞了自己还一脸挑衅的威尔海米娜，艾琳并没有当场发作，只是语气平静地提醒他，下次走路注意点，别再撞上来了。可威尔海米娜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，反而直接揪住艾琳的等级不放，质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明明之前说是最底层的10级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9级了？威尔海米娜不依不饶，直接质问艾琳是不是撒了谎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艾琳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成了迈克尔的搭档？毕竟迈克尔可是圣骑士团团长，平时根本不屑于跟人组队。威尔海米娜觉得，只要自己这么逼问下去，艾琳肯定会像以前一样慌神，然后漏洞百出地找借口。他甚至开始恶意揣测，艾琳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或者是抓住了迈克尔的什么把柄？否则一个最底层的废物，怎么可能高攀上圣骑士？可这一次，艾琳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慌乱，反而平静地反问：“你为什么对这事这么好奇？”这一下，直接把威尔海米娜给问懵了。艾琳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：“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件事？”威尔海米娜前世害惨艾琳的虚伪闺蜜，如今还想当众羞辱她，不料顶级圣骑士直接霸气撑腰，不仅当场戳穿绿茶的阴谋，还把整座宝库搬来送给她。威尔海米娜瞬间愣在原地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平日里唯唯诺诺的艾琳，如今竟敢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话。她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，声称自己是出于朋友的关心，才特意来这里探望。听到朋友这2个字，艾琳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前世那些针对她的恶毒谣言，全都是这个好闺蜜在背后一手策划的。艾琳索性直接把话挑明，带头孤立并折磨她的人，一直都是眼前的威尔海米娜。这番话让对方彻底哑口无言。当初艾琳因为迈克尔的事情伤心，威尔海米娜却硬闯进来，名义上是来安慰，实际上却盯上了迈克尔。他甚至厚着脸皮要求让艾琳把迈克尔介绍给他，还美其名曰是帮艾琳分担。前世的艾琳愚蠢又自卑，只知道一味的迎合讨好，最终换来的只有无情的践踏。但现在的艾琳绝不会再任人摆布。看着眼前虚伪的女人，艾琳冷笑着开口：“你要是真这么好奇，怎么不直接去问迈克尔大人？”她毫不客气地嘲讽对方，没必要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打探别人的搭档。周围的围观者顿时议论纷纷，威尔海米娜瞬间成了笑柄。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利，威尔海米娜急忙拉扯艾琳，想强行把她拽进房间掩盖狼狈。但艾琳直接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地警告他放尊重点。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彻底破裂。威尔海米娜一把将艾琳拽到角落，在四下无人的地方私下伪装。他面色狰狞地质问艾琳，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才让迈克尔大人和他结成搭档？艾琳也彻底失去了耐心，警告对方立刻放手，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极度发狂的威尔海米娜根本听不进去，在他眼里，艾琳只是个底层废物，凭什么能得到圣骑士的青睐？
既然连艾琳都可以成功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有机会攀上迈克尔这棵大树？看着沉默不语的艾琳，威尔海米娜心中满是鄙夷，认定艾琳只是靠勾引男人上位，现在居然还敢在他面前摆谱。威尔海米娜冷笑着嘲讽：“迈克尔大人大概是看你可怜，出于同情才勉强答应的，你可别自作多情，最后自己打自己的脸。”他正说得起劲，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突然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。来人正是迈克尔，他居高临下的冷冷盯着威尔海米娜，质问他找自己的搭档到底有什么事。威尔海米娜瞬间吓得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艾琳有些意外的看着他，询问他怎么亲自过来了。迈克尔语气平静的回答：“他只是来看看之前送的东西，是不是已经安全送达。”艾琳听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迈克尔示意他看向房间内部，说东西就在里面。艾琳转头看去，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。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名贵的礼物，从顶级工坊定制的礼服，到珍贵的皮草大衣和鞋子，甚至还有魔力宝石首饰，以及高级地下城才有的化妆品。这分明是把整座宝库都搬了过来，甚至连进化者专用的顶级精油都有。艾琳只觉得脑子里乱成一团，她忍不住询问迈克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迈克尔却一脸认真的反问：“难道这些东西不合你的心意吗？”原来他特意调查过，知道艾琳在这里连生活用品都要自费，所以才一口气把能买到的好东西全送了过来。艾琳赶紧摆手拒绝，表示这些东西实在太贵重了，自己根本没办法收下。但迈克尔态度坚决，温柔的坚持让他全部留下。艾琳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深夜时分，威尔海米娜早已灰溜溜的离开，只留下艾琳独自面对满屋的礼物。她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收下了这些东西。毕竟当时的情况，她根本无法拒绝。看着宽敞华丽的房间，以及桌上精致的食物，艾琳却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她甚至连椅子都不敢坐，只是局促的缩在角落里。桌上的美味更是动都没动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日子，反而让她感到无比心慌。在前世，她为了给伯爵还债，连买一条御寒毯子的钱都没有。每到冬天，只能把所有衣服套在身上，甚至差点冻死在梦里。那时候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，连阴冷潮湿的地下城都成了她唯一的避风港。哪怕知道迈克尔讨厌自己，她还是硬着头皮哀求对方带上她。在地下城里，迈克尔对她没有任何要求，她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，甚至自私地希望这趟路能走得再慢一点。可当看到奖励室里的宝物时，活下去的渴望战胜了尊严。他直接伸手去拿。迈克尔不解地质问他要做什么，提醒他这些东西是要上交神殿的。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只要有了这个，就能买一床暖和的棉被了。艾琳卑微地低下了头，哀求迈克尔让他留下哪怕一颗宝石。迈克尔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无奈地叹息着松了口。那声叹息像大石头一样压在艾琳心头，让他充满了罪恶感。最终他没敢把宝石换成棉被，而是偷偷藏在了罐子最深处。不过这种窝囊日子以后再也不会有了，只要今天能拿到隐形戒指，他就有了离开的筹码，根本不用在这里熬到冬天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，第一次讨伐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守卫拉响了集合的警钟，大声宣告讨伐即将开始，所有搭档必须立刻做好准备。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人群，艾琳眼神坚定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拿到隐形戒指，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而他要摆脱的，除了这个冰冷的要塞，还有那个一直让他感到沉重的男人迈克尔。两人的关系也是时候做个彻底的了断了。为了摆脱那个冷酷的男人，他独自前往无人问津的地下城，本以为能顺利拿到神级戒指，却在入口处被他强行抱下马背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伴随着沉闷的钟声突然敲响，整个要塞瞬间乱成了一锅粥，所有人都在争抢手通的名额。艾琳看着眼前混乱的人群，脸上却显得异常平静。这种终极地下城他根本看不上，况且没有高阶进化者带队，普通人进去就是送死。像塞西利亚和威尔海米娜这种天才，早就成了各大势力争抢的香饽饽。但艾琳的目标完全不同，她要去的是无人问津的最低阶地下城，只有在那个荒凉的地方，才不会有人打扰她的计划。毕竟只要提起迈克尔的名字，根本没有骑士敢主动申请组队。他的实力恐怖到能独自单刷高阶地下城，甚至连进化者都不需要。艾琳对此其实并不在乎，只要今天能顺利拿到隐形戒指，他和迈克尔的契约就彻底结束了。就在艾琳准备转身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。一个金褐色短发的骑士走上前，自我介绍说他叫马克西姆。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艾琳心里顿时有些警惕，以为这家伙又是来找麻烦的。毕竟前世因为自己等级太低，他没少受到其他骑士的冷嘲热讽。可马克西姆一开口，居然是打听迈克尔的训练时间。原来他是迈克尔的狂热崇拜者，只是平时根本挤不进核心圈子，这才想从艾琳这里套点消息。看着眼前这个紧张到结巴的年轻骑士，艾琳忍不住轻笑出声。
不过关于迈克尔的行踪，他是真的毫不知情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迈克尔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身后，艾琳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，根本没察觉到他是何时靠近的。迈克尔眼神冰冷地看着对方，质问他找自己的搭档有什么事。马克西姆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紧张的连自己是哪国人都说错了。眼看现场的气氛降到冰点，艾琳赶紧站出来打圆场，解释对方只是想打个招呼。迈克尔却只是冷冷的回应，以后有事直接来问我。这冷酷的态度直接让气氛彻底死寂。马克西姆被吓得不轻，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，连句完整的告别都没留下。迈克尔看着对方逃跑的背影，沉声询问艾琳那人是谁。艾琳只能解释自己也是第一次见他。迈克尔显然有些怀疑，但刚想继续追问，就被送来的马匹打断了。看着眼前高大威猛的战马，艾琳有些疑惑的询问：去最低阶的地下城，难道还需要骑马过去吗？迈克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看来这趟行程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匹威风凛凛的黑马，名字叫马克西姆斯。但艾琳心里十分纳闷，明明地下城入口就在眼前，为什么非要骑马过去？迈克尔却一本正经的解释：路不好走，怕磨伤了他的脚。看着眼前平坦宽阔的草地，艾琳一时间无言以对。他记得前世两人唯一一次同骑，迈克尔全程冷着脸，显得极其不耐烦。但想到今天拿到戒指就能解约，艾琳决定不再计较。可当他真正上马后，身后男人的身体依旧僵硬无比，这别扭的氛围和前世一模一样。艾琳能清晰地感觉到，迈克尔在刻意与他保持距离。既然如此讨厌接触，又何必勉强同骑一匹马？尴尬的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。迈克尔突然低声询问：如果害怕的话，可以在入口处等他。艾琳立刻摇头否认。迈克尔却认为这只是低级地下城，他没必要以身犯险。但为了拿到隐形戒指，艾琳态度坚决地表示一定要进去。被看穿心思的艾琳有些尴尬，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的目的。迈克尔突然开口安慰：只要有他在，就绝对不会少了他的那份奖励。这反常的态度让艾琳一头雾水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战马已经停在了目的地。艾琳按下心中的疑惑，准备直接跳下马背，可他还没来得及落地，身体却突然悬空。迈克尔竟然直接伸手将他整个人抱了下来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让艾琳彻底懵了。迈克尔神色有些不自然，解释说只是怕他下马受伤，才一时情急动了手。艾琳只能尴尬的应声，努力压下心中的异样。两人来到地下城入口，守卫仔细核对了身份，询问是否立刻开始讨伐。迈克尔神色严肃地给出肯定答复。正式开启第181号地下城。一旁的艾琳还在走神，直到听到迈克尔的呼唤才猛然惊醒。接下来就轮到他进行宣誓了。艾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声宣告正式开始讨伐。这不仅是一场例行的宣誓，更是他改变命运的起点，重回前世惨死的恐怖深渊。他本以为能拿到逆天改命的隐形戒指，可当宝箱缓缓开启，里面竟然只躺着一颗普通的烂石子。这究竟是致命的陷阱还是命运的戏弄？迈克尔紧紧拉着艾琳的手，低声提醒她前方黑暗要小心。艾琳却只是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。她还在为刚才的失态感到尴尬，前世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，如今面对迈克尔却频频走神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集中精神。可当真正踏入这片死寂的黑暗，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惧感瞬间将她吞噬。这地方真的只是个普通的低级地下城吗？艾琳终于看清了眼前的景象，这阴森恐怖的画面竟然与她前世惨死的地方一模一样。冰冷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沉重的恐惧压得她几乎无法迈步。迈克尔察觉到她的异样，停下脚步，语气严肃地劝她回门外等待。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艾琳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她急忙摇头，坚决表示自己没事。迈克尔突然握紧了她的手，掌心的温度让艾琳微微一愣。为了早日适应进化者的身份，她必须强迫自己克服恐惧。迈克尔见她态度坚决，不再多言。他抬手释放出一颗耀眼的光球，瞬间照亮了阴暗潮湿的通道。这是极其罕见的照明法气光之宝珠，温暖的光芒驱散了艾琳心头的焦虑。可迈克尔却敏锐地盯着她，疑惑地质问她为何一点都不惊讶？难道他以前见过这种宝物？面对迈克尔审视的目光，艾琳心里一惊。她总不能暴露自己重生的秘密，她只能硬着头皮笑着解释：迈克尔大人的威名连小孩都知道，这件传奇法器自然也是人尽皆知。迈克尔淡淡地应了一声，转过身去。艾琳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可她突然发现了一件怪事。刚才还让他寸步难行的恐惧感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消失了。低级地下城的水元素怪物，在迈克尔面前根本不堪一击，瞬间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两人一路畅通无阻，来到最深处的湖泊。只要穿过这里，就能拿到隐形戒指。迈克尔叮嘱艾琳留在原地，自己独自上前去探路。艾琳为了保持低调老实，点头配合。可就在迈克尔迈步的瞬间，平静的湖面突然剧烈沸腾起来，水底显然潜伏着庞然大物。一只体型遮天蔽日的巨型水怪突然破开水面，咆哮而出。
这根本不是低级地下城该有的怪物。艾琳心中警铃大作，这只怪物的级别完全超出了预期。眼看狂暴的攻击铺天盖地砸下，艾琳忍不住焦急地大喊小心。然而下一秒，那只看似凶猛的巨兽在迈克尔面前竟然连一招都没撑住，瞬间被恐怖的力量彻底秒杀。艾琳看得目瞪口呆，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迈克尔没有停留，直奔奖励室。艾琳急忙一路小跑跟了上去，可当他气喘吁吁地追上时，迈克尔却直接将一个宝箱递到他面前。原来他走得这么急，只是为了帮他拿通关奖励。艾琳小心翼翼地接过宝箱，里面传来的清脆碰撞声让他确信这就是梦寐以求的隐形戒指，只要得到它，自己就能重获自由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掀开箱盖，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石化。宝箱的底部竟然只静静躺着一颗普通的石子，期待已久的绝世神兵怎么会变成一块烂石头？重生后的地下城奖励居然变成了破石头，背负10万债务的他计划彻底泡汤。深夜时分，圣骑士迈克尔突然敲响房门，一进屋就当面解开衬衫扣子。他到底想对他做什么？艾琳看着手里的神秘奖励，他整个人瞬间彻底傻眼了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稀有矿石，上面更没有一丝一毫的魔力，只是一块路边随处可见的破石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重生后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地下城的一切应该和前世一样，无论是未知怪物还是通关奖励，都不该有任何的偏差。为什么偏偏这里成了例外？迈克尔看着他手里的石头，主动开口向他解释道：“艾琳小姐，低级地下城的奖励经常是这种破烂，这其实很正常。”迈克尔看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以为他只是因为奖励太差而失望，便主动送他回房间休息。可回到房间的艾琳，整个人彻底瘫倒在床上。这一下他是真的彻底完蛋了，不仅没有拿到隐形戒指，他现在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买不起，身上还背着10万金币的巨额债务，他根本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，只能硬着头皮换上别人送的衣服。既然原有的计划已经泡汤，他就必须立刻想出新的出路。他一巴掌拍在桌上的资料上，开始重新盘点自己写下的奖励。既然这个地下城出了变故，那其他的地下城呢？艾琳在资料里翻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。这是一个叫沉默之石的道具，只要把它拿在手里，就能让人在短时间内彻底失去听觉。虽然这东西听起来很鸡肋，但架不住那些有钱的收藏家喜欢。罗迪亚姆在拍卖会上直接把这块石头炒到了2万金币，这笔钱足够解他的燃眉之急了。可问题是，这个地下城要等1周后才会开启，而且他1个月只能拿1次奖励，这下计划又被彻底卡死了。艾琳郁闷的不行，早知道当初就该多要几次机会，实在不行，只能再去求迈克尔一次了。毕竟这一世的迈克尔对他的态度确实温和了许多，不仅主动抱他，甚至还牵了他的手。艾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全是迈克尔之前的举动，他实在琢磨不透，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。既然现在想不通，干脆明天再说明天的事。可还没等他躺下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来人主动表明了身份，居然是迈克尔。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？艾琳疑惑地打开房门，迈克尔站在门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。深更半夜找过来，还要商量重要的事情，这让艾琳心里直犯嘀咕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他急成这个样子？这个时间点，外面居然还有人在走动。艾琳急忙把人拉进屋里，生怕被别人撞见。可这一拉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主动抓了迈克尔的胳膊。迈克尔倒是一脸平静，直接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在官方层面上，进化者和绑定的骑士就是夫妻。既然是夫妻，大半夜见面能有什么问题？听到夫妻这2个字，艾琳顿时有些语塞，只能尴尬的解释，迈克尔毕竟是高贵的圣骑士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名声可就全毁了。毕竟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可不会管什么职责和任务，只会把这当成茶余饭后的八卦。迈克尔根本不在乎这些名声，他低声对艾琳说，如果名声这么容易被毁掉，那他本来就一文不值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些。这似曾相识的安慰让艾琳想起了以前，不过他很快清醒过来，这一世的迈克尔是态度变了，自己可千万不能自作多情。艾琳赶紧转移话题问，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事？迈克尔这才想起正事，解释说自己来要塞之前，在泰瑞尼亚王国清理了一个地下城，顺手救了几个被卷进去的皇室成员。难怪泰瑞尼亚王国会送来这么多谢礼，连这个豪华的房间也是奖励之一。原来迈克尔立了这么大一个功劳。迈克尔突然说了一句失礼了，接着就开始解开衬衫扣子，这可把艾琳吓了一跳。他急忙大喊，迈克尔大人，你这突然脱衣服是要干什么？可当迈克尔敞开衣襟，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身上满是触目惊心的伤痕，这让艾琳心里直犯嘀咕。在他的前世记忆里，迈克尔身上根本没有这些伤疤。迈克尔神色凝重地解释，之前在救援任务中，他被一只未知的怪物打伤了，虽然外伤已经用药治好，但怪物留下的魔气
却渗入了体内，他只能靠着神圣力量勉强压制。可每当清理完地下城，或者到了深夜，这股魔气就会彻底失控，在体内暴走。原来这才是他深夜找上门来的真正原因。迈克尔看着艾琳，语气低沉的开口：“艾琳小姐，我想请你帮我净化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艾琳整个人都懵了，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大半夜的孤男寡女，对方还敞着衣服，突然提出要进行净化，这要求怎么听都让人觉得不对劲。艾琳脑子里顿时乱成了一团，各种奇怪的画面开始在脑海里闪现。这到底是要怎么个净化法？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下尴尬了，退着退着，居然直接倒在了床上。看着迈克尔一步步逼近，艾琳整个人都慌了，她连声喊着等一下，自己根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谁知道迈克尔只是走到床边蹲下，语气诚恳地问：“能不能先握个手？”听到这个要求，艾琳一下子愣住了，原来只是握手而已啊！本以为只是简单的牵手净化，谁知狂暴的魔气瞬间将他吞噬。男人反手死死扣住他，将他彻底掀翻在床。这一夜的疯狂才刚刚开始，这下艾琳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大半夜的，他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，结果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。艾琳有些不敢相信地问：“只是握手吗？”迈克尔倒是一脸认真地回答：“对，听说这是净化的最低要求。”这下艾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自己刚才到底在瞎想些什么？毕竟在前世，两人确实发生过更亲密的关系，但这一世什么都还没发生，那些记忆终究只属于过去。为了缓解尴尬，艾琳赶紧提议：“迈克尔大人，地上凉，您还是先去椅子上坐着吧。”迈克尔倒也没客气，到了声线就坐了过去。艾琳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，因为是第一次，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，而且自己的净化能力比较弱，需要花不少时间，不过很快就能缓解魔气带来的燥热。听到这番话，迈克尔却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：“艾琳小姐，这真的不是你第一次帮人净化吗？”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艾琳一下子慌了神。“您说什么？”迈克尔解释道：“明明是今年才刚来要塞，但你刚才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却非常熟练，就像以前经常做这种事一样。”这下可把艾琳吓坏了，只要一放松警惕，前世的习惯就会不自觉地露馅，这要是被怀疑可就糟了。艾琳赶紧找借口解释：“那是因为以前在领地的时候，听一位叫威尔海米娜的净化者提起过，就是上次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位，所以自己才懂得这么多。”听到这个解释，迈克尔这才打消了疑虑，原来是这样。艾琳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把这个谎给圆了过去。为了避免多说多错，艾琳赶紧提议：“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净化吧。”迈克尔点头答应：“好。”迈克尔看着他：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看着迈克尔递过来的手，艾琳知道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当两只手慢慢碰在一起的那一刻，一边突生，这感觉不对劲，怎么和前世的净化完全不一样？前世明明只是觉得有点温热，可现在这股力量简直像要烧起来一样，这让艾琳一下子想起了前世威尔海米娜曾经对她说过的话。那个女人一脸无奈：“你居然管这叫只是有点热？”威尔海米娜曾经调侃过她，净化可不只是发热那么简单，那是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异样感，不然那些净化者和骑士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睡在一起？随着净化开始，这股感觉越来越强烈，这根本不是他前世体验过的程度，他甚至快要无法保持清醒了。更可怕的是这股魔气的量，迈克尔体内到底积攒了多少魔气？前世他就算一天清理10个地下城，魔气也从来没有这么恐怖过，可现在他身上的魔气简直多到无法想象，就好像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魔气本身。这股狂暴的力量正顺着交握的手疯狂地灌进他的身体里，这股魔气就像有生命一样，死死缠住了艾琳。这痛苦根本不是常人能忍受的。艾琳整个人瘫在迈克尔怀里，甚至忍不住叫出了声，这下可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这样下去绝对要出事。艾琳试着把手抽回来，必须得赶紧停下，可还没等他把手缩回去，迈克尔却突然反手死死扣住了他，这下连最后的退路都没了。狂暴的力量直接把两人掀翻在床，艾琳彻底失去了力气。艾琳虚弱的哀求：“迈克尔大人，快停下，真的已经够了。”可现在的迈克尔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，艾琳疼得快要支撑不住，忍不住喊出了声：“迈克尔大人！”可迈克尔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。“你做得很好。”他现在被魔气折磨得神志不清，根本顾不上什么绅士礼仪。“对不起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没办法对你以礼相待。如果现在停下来，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恢复正常。”迈克尔近乎哀求地看着他：“艾琳小姐，如果你不帮我净化，我就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，所以请继续吧。”面对这样的请求，艾琳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，她只能强撑着，默默承受着这股狂暴力量的冲击。这漫长的一夜才刚刚开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艾琳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头顶的天花板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
自己居然在进化途中直接累晕了。看来昨晚那股狂暴的魔气，确实把他的体力消耗得一干二净。还没等他完全清醒，床边就传来了男人的声音。迈克尔一直守在旁边，见他醒来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既然进化已经完成，迈克尔也不打算多留，目前的进化已经足够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眼看人要走，艾琳突然记起自己还背着巨宅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艾琳急忙喊道：“等一下，迈克尔大人，我有件事想求您。”迈克尔停下脚步：“有什么事？尽管说吧。”这下，艾琳能不能翻盘就看这一次了。艾琳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：“那个，关于那件事，能不能改成1周1次？请您答应我这个请求。”迈克尔显然有些意外，1周1次，那绝对不行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艾琳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看来这事确实没那么容易商量。可还没等他失望完，迈克尔又接着说：“1周1次根本不够，我希望至少3天1次。”这话一出，艾琳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怎么还带主动加码的？艾琳赶紧解释：“不，您误会了，我说的不是进化，我是说地下城的奖励，能不能从1个月1次改成1周1次？”这下轮到迈克尔尴尬了。啊，原来你是在说奖励的事。迈克尔想了想，如果是这件事的话，那没问题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艾琳高兴坏了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迈克尔点头答应。当然，我向你保证。不过作为交换，我以后可能也需要更频繁的找你进化了。一听到更频繁的进化，艾琳顿时有些犯难。毕竟昨晚那种折腾法，再多来几次她可吃不消。可现在自己欠着巨债，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艾琳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这笔交易算是正式达成了。谈妥之后，迈克尔没有多留，直接转身离开了房间。这漫长的一夜总算是过去了。看着眼前的艾琳，迈克尔没有立刻说话。艾琳这下总算放下了心里的石头。没错，这可是我们说好的约定。看到艾琳笑得这么开心，迈克尔也跟着放松下来。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根本没必要急于这一时。本该在地下城惨死的救命恩人，如今竟然活生生的站在眼前。可致命的死亡危机已经悄然降临，他能否逆天改命，打破前世的悲剧？黑暗中，一直有个声音在耳边催促。梦里的女仆大声吼着：“今天可是清理烤箱的日子。”这一下把艾琳吓得直接弹了起来，嘴里还连声应着自己醒了。等他彻底睁开眼，眼前的女仆正拉开窗帘，笑着向他问候下午好。热水早已经准备好了。艾琳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只是个梦，看来昨晚实在太累了，居然梦到了以前在伯爵府干苦力的日子。不过刚才女仆说的是下午好，这一觉她居然直接睡到了大中午。艾琳泡在热水里，脑子逐渐清醒过来。昨天为了帮迈克尔进化，真是把他累得够呛，连澡都没洗就直接睡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昨晚那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想到这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直接把头埋进了水里。连外面的女仆都吓了一跳，原来进化这档子事真的会带来这么强烈的异样感吗？在前世，他唯一一次帮人彻底进化，还是和那个人睡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一直以为那只是单纯同床共眠的反应，可昨天他们明明只是握了手而已啊！更要命的是，迈克尔居然还要求以后每3天就要来一次。这以后的日子，他到底该怎么熬过去？绝对不能让迈克尔知道自己现在的异样。要是被他发现，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个轻浮的女人。毕竟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圣骑士，这事无论如何都得瞒过去。为了不落破绽，当务之急是赶紧吃饱恢复体力。看着眼前这桌丰盛的饭菜，以前寄人篱下时连碰都不敢碰，现在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吃一顿了。吃饱喝足，又换了身干净衣服，艾琳整个人总算缓过劲来。接下来她得去档案馆查查当年的记录。可刚一进门，里面的管理员就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不仅主动跟她打招呼，还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她开口，想要什么资料都行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反而把艾琳给整不会了。要知道在上一世，这些人连正眼都不瞧她一下，更别提记住她的名字了。看来这人靠衣装马靠鞍，身上这套昂贵的礼服还真是没白穿。多亏了这些你泰哥不灵，艾琳顺利查到了最新的记录。可翻遍了今天早上的报告，里面根本没有提到隐形戒指。这东西要是真出现了，整个要色早就炸锅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其他事情都和前世对得上，偏偏只有这枚戒指凭空消失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艾琳突然反应过来，难道是因为自己重活一世，改变了原本的轨迹，结果引发了蝴蝶效应？可他就算想模仿前世的每一步，也根本记不清所有细节啊。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迈克尔身上的伤疤，他明明说是从泰伦尼亚的地下城带出来的，可前世那里根本没有这么危险的地方。还有他体内那股恐怖的魔气，这一切都太反常了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艾琳忍不住向管理员打听，这些就是全部的地下城记录了吗？
艾琳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，她要找的那个地下城，按理说级别不低，怎么可能连个记录都没有？管理员却压低声音告诉她，如果被列为机密，那这上面肯定查不到。这下艾琳更纳闷了，地下城记录还能保密？管理员无奈的解释，虽然规定是必须全部登记，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，毕竟要色运转需要大笔资金，要是哪个王室出了意外，又不想让丑闻曝光，只要钱给够了，记录自然就能抹掉。艾琳这下全明白了，前世确实有皇室成员失踪的传闻，看来是为了遮丑，故意把消息给封锁了。这线索一断，艾琳只觉得一阵头疼，现在只能祈祷那颗沉默之石能按时出现，千万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他必须尽可能按照前世的轨迹生活，把变数降到最低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旁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提醒身边的女伴莱娜注意台阶。女人甜甜的回了一句谢谢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艾琳猛地转过头去，莱娜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真的是莱娜。之前在要塞一直没见到她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现在总算能松一口气了。别看她和艾琳同岁，人家可是百里挑一的2级进化者，在整个要塞里，这种人才都屈指可数，绝对是重点保护对象。今天刚好碰上1年1度的女神诞辰，平时抠门得要死的要塞，难得给进化者们发一次水果福利。可等艾琳赶过去的时候，却被告知东西早就发完了。分发处的人还忍不住埋怨，怎么不早点来？难道连通知都没收到吗？这下艾琳尴尬了，她确实是刚得到消息，只能小声解释自己来晚了。就在艾琳准备空手回去的时候，莱娜突然叫住了她。莱娜笑着说，自己好像多领了一份，如果艾琳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分给她一些。这突如其来的好意让艾琳有些意外，艾琳有些不好意思的接过东西，谢谢你，不过我真的可以收下吗？还没等莱娜回答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，有人在大喊，莱娜小姐，公主殿下正在到处找您。听到这话，莱娜也有些慌了。啊，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必须先走了，篮子和盖布你留着就行，不用还了。看着莱娜匆忙离去的背影，艾琳有些发懵，可当她仔细看手里的盖布时，却发现有些不对劲。这块布又大又厚，根本不像是用来盖篮子的，反而更像是一条保暖的毯子。就在这时，布料里掉出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每次见到你，你好像都很容易受凉，天气变冷了，千万别感惯了。看着纸条上的字，艾琳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也许这只是对方一时的同情，也许前世的自己是唯一一个真心想和他做朋友的人。但谁能想到，就是这块不起眼的厚毯子，在不久后那场致命的严寒中，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帮他熬过了那个最冷的天气。那条毯子是前世那个寒冬里唯一能给艾琳带来温度的东西。可谁能想到，送他毯子的莱娜最后却没能活下来。当时整个要塞都在转，莱娜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不顾家族反对，非要跟一个实力不够的骑士组队去挑战高级地下城，结果把命都搭进去了。大家都觉得他太傻，为了所谓的爱情，连公主推荐的强力外援都拒绝了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，真是可惜了他那一身进化天赋。那年的冬天冷得让人绝望，艾琳只能站在他的墓碑前送上最后一束花。可那是前世的悲剧，而现在这个本该死去的女孩就活生生的站在自己面前。艾琳正想着莱娜的事，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，居然有高级地下城出现了。这可是今年出现的第一个高级地下城。消息一传开，整个要塞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大家都觉得今年这节奏比往常快得多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那个和莱娜组队的骑士突然提议想要去挑战这个高级地下城，毕竟上次的终极地下城过得很轻松，这让他信心大增。听到这话，莱娜虽然有些意外，但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她还是笑着答应了，决定陪他一起去冒险。这下艾琳彻底急了，因为她心里最清楚，前世莱娜就是死在了这个地下城里。难道历史又要重演了吗？明知是必死无疑的陷阱，他却要公然对抗既定的命运，只为救下前世唯一的恩人。可当他强行干预未来，更加恐怖的变数已经悄然降临。前世这个高级地下城明明是年底才被发现的，为什么这一世提前了这么多？看着不远处的莱娜和菲利克斯，艾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们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，前世他们是在冬天结束时才去挑战，结果依然是全军覆没。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去碰，根本就是自寻死路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送死。可是如果现在出手干预，就等于公然对抗既定的命运了。艾琳不断在心里警告自己，必须把变数降到最低，一旦偏离了前世的轨道，他所掌握的先知优势就会彻底失效。那枚消失的戒指，还有尚未到手的沉默之石，随时都会变成无用的线索。脑海深处仿佛有个声音在冷笑，嘲讽他别再装什么救世主了，明明是为了自己活命才抢夺机缘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一个微小的改变
就会引发无法控制的蝴蝶效应。他真的能承担这个后果吗？绝对不能在这里制造新的变数，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艾琳本想狠下心直接走开，她不断说服自己这才是最理智的选择，只要不回头，后面的麻烦就和她毫无关系。可有些事终究不是理智能够控制的，她还是没忍住，大声叫住了那2个人，警告他们千万别去那个地下城。话一出口，艾琳就后悔了，她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心软。可一闭上眼，全是前世那些冰冷的画面。那时候整个要塞的人都瞧不起她，只有莱纳是唯一一个愿意对她微笑的人。那份难得的温暖，她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要眼睁睁看着救命恩人去送死，她真的做不到。听到警告的菲利克斯转过头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戒备。你是在跟我们说话吗？艾琳没有退缩，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在对他们说话。菲利克斯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，毕竟大家素不相识，突然跑来指手画脚，确实让人不爽。莱纳赶紧在旁边拉了拉他，示意他冷静一点。艾琳立刻反应过来，对方肯定是误会自己想抢夺地下城。为了消除误会，他赶紧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刚加入的进化者艾琳，而他的搭档正是圣骑士团长迈克尔。听到迈克尔的名字，菲利克斯的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，毕竟那可是要塞里高不可攀的大人物。他赶紧客气的道歉，解释说自己也是刚来，所以没认出来。艾琳也顺势给了对方一个台阶，表示自己突然搭话确实有些唐突，但他真的只是想提醒他们，那个361号地下城非常危险。菲利克斯有些意外的看着他，这么说你很了解那个地下城？莱纳也跟着追问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能不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？这下轮到艾琳为难了，在他们眼里自己只是个9级新人，要是直接说他们实力不够，只会激起这2个天才的好胜心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看来只能透露点真家伙了。艾琳走上前，压低声音，那个地下城里藏着一只没有登记的火属性狮鹫，这种高级飞行魔兽根本没有已知弱点，凭你们现在的实力去碰，根本就是死路一条。菲利克斯这下彻底懵了，侦察队的报告上只有等级和位置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？艾琳根本没办法解释重生的秘密，只能无奈的表示这事没法多说，只希望他们2个能平安回来。话虽然说出了口，但艾琳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。强行干预未来的决定，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？还没等他理清思绪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威尔海米娜急匆匆的跑了过来，你这半天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威尔海米娜一见面就劈头盖脸的抱怨，问艾琳知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艾琳有些纳闷，怎么这位大小姐又堵在自己房门口了？好在这次她没有直接动手，威尔海米娜还在气呼呼的抱怨，说艾琳的女仆死心眼，没有许可，死活不让她进屋，态度简直太差劲了。威尔海米娜催着艾琳赶紧开门，说这是在走廊里，可不能乱说。她一脸神秘的凑过来，说这绝对是个能让人惊掉下巴的超级好消息，而且是专门针对艾琳的。原来外面现在都在转，艾琳已经成了迈克尔的正式搭档。另一边，莱纳和菲利克斯走在走廊上，艾琳不仅长得漂亮，人也比传闻中温柔多了，毕竟成了迈克尔的搭档，背地里少不了各种酸言酸语。但现在看来，那些谣言根本站不住脚。不过莱内更在意的是艾琳之前的警告，如果那些话是真的，那这个地下城我们绝对不能去。看着菲利克斯还在犹豫，莱纳直接开启了连珠炮模式。为什么非要急着去挑战高级的？一步步稳扎稳打不好吗？这根本就不像平时的你。菲利克斯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这才吞吞吐吐的吐露了真心话。原来他这么拼命，是因为首通地下城的第一个奖励，按照传统会永远送给进化者，作为2人羁绊的证明。菲利克斯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，他只是想把最好的首通奖励当成2人的第一件纪念品送给他。莱纳这才明白他的心思，心里有些感动，嘴上却埋怨他怎么不早说。菲利克斯有些慌张的解释，自己不该瞒着他。看着眼前的菲利克斯，莱纳心里一暖，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。还没等2人多说几句，菲利克斯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旁边居然还有别人在。2人转头看去，顿时愣住了，站在那里的居然是迈克尔。迈克尔就这么冷冷的看着他们，刚才关于搭档信物的话，显然全被他听到了。迈克尔就这么冷冷的看着他们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，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。他显然把刚才的对话全听进去了，眼神里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冷意。前世被恶毒公主当众羞辱，送的礼物被直接扔进火盆，重活一世他绝不再忍。面对不怀好意的鸿门宴，他决定主动迎战。看到迈克尔突然出现，莱纳和菲利克斯瞬间吓傻了。莱纳结结巴巴的开口询问对方是什么时候来的，迈克尔却一句话都没说，直接冷漠的转身离开。这下可把2人整不会了。菲利克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顿时直犯嘀咕，他到底听到了多少？菲利克斯只能安慰莱纳，觉得迈克尔只是刚好路过，并不是故意偷听。莱纳心里依旧七上八下，
赶紧劝菲利克斯别再冲动。莱纳还是放心不下，劝菲利克斯千万别去冒险，只要两人平平安安就好。菲利克斯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最终还是妥协了，决定听从她的劝告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。画面一转，艾琳已经回到了房间，她吩咐女仆汉娜去准备茶水。坐在对面的威尔海米娜显然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，一坐下就忍不住大肆抱怨，觉得艾琳家的女仆太没规矩，居然敢把客人晾在外面。而她这次气冲冲的找上门，到底带来了什么消息？威尔海米娜还在指手画脚，甚至理所当然的觉得以后自己可以随便进出这里。看着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，死过一次的艾琳心里很清楚，对方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。艾琳突然冷冷的叫了她的名字，威尔海米娜。威尔海米娜有些疑惑的应了一声。其实艾琳真的很想质问她，是不是还把自己当成卑微的女仆，但理智告诉她，现在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的时候。她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艾琳心里非常清楚，对方大概是塞西利亚公主派来监视她的，现在最好别被抓住把柄。于是她直接拒绝了威尔海米娜。威尔海米娜一听直接炸了，满脸写着难以置信，大声质问她为什么不行。艾琳倒是不紧不慢，拿自己的等级当挡箭牌，说自己不过是个9级新人，哪里配得上这么好的房间，还有汉娜和妮娜伺候。这地方其实是王国给迈克尔准备的，他每次从地下城回来状态都很敏感，要是突然撞见不认识的进化者，只会让迈克尔更加反感。这一番话直接把威尔海米娜给唬住了。一听到迈克尔的名字，威尔海米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想起之前迈克尔对他的冷淡，要是再惹这位大人不高兴，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为了不在迈克尔面前留下坏印象，威尔海米娜只能咬着牙妥协。他有些勉强地开口，既然这样，那也没办法，毕竟迈克尔大人的休息最重要。艾琳微微一笑，多谢你的理解，威尔海米娜。既然把人安抚住了，艾琳便顺势转移了话题。所以你刚才说的大喜事到底是什么？威尔海米娜这下又得意起来，她笑着开口，塞西利亚公主邀请你下周去参加她的聚会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幸。听到塞西利亚的名字，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哪里是什么大喜事，分明是冲着她来的鸿门宴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跟前世的轨迹一模一样。前世她和迈克尔解除婚约后，塞西利亚公主也发来了邀请，那时候的她还傻乎乎的挺高兴，特意凑钱买了茶叶当礼物。结果一到地方她就明白了，塞西利亚根本没安好心，只是想当众看她的笑话。更过分的是，对方甚至当着她的面把她送的礼物直接扔进壁炉烧了，这简直是把她的尊严按在地上踩。虽然这只是一段糟糕的过去，但这一世她绝对不会再任人宰割了。刚才还在为变数发愁，现在看到事情按部就班的发生，艾琳心里反而踏实了。见他半天没有动静，威尔海米娜忍不住催促，问他是不是高兴傻了。艾琳只是敷衍的应了一声，接着开口询问公主为什么会邀请自己。这话一出，威尔海米娜可不乐意了，她开始大肆邀功，说自己求了公主好久才拿到名额，让艾琳记着她的好。艾琳表面上随口应和，心里却在飞快盘算，既然想把变数降到最低，那这场鸿门宴她就必须得去。打定主意后，艾琳对威尔海米娜说自己会考虑一下。这可把威尔海米娜气得够呛，能去公主的聚会是多大的荣幸，这女人居然还要考虑。威尔海米娜越说越激动，大声嚷嚷着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没准明年还能顺便找个新骑士搭档。面对这番冷嘲热讽，艾琳一句话也没说。威尔海米娜心里更得意了，觉得艾琳肯定是心虚了，毕竟谁都知道她根本留不住迈克尔。临走前，威尔海米娜还不忘警告他，下周会让人把邀请函送来，到时候必须准备一份像样的礼物。看着威尔海米娜离开的背影，艾琳陷入了沉思。明年自己真的还能撑到明年吗？现在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，虽然不后悔出手救下来呢，但接下来的路恐怕会比前世更加艰难。既然迈克尔同意每周结算一次奖励，只要攒上1年，那10万金币的债务说不定就能还清了。虽然这些都是迈克尔送的礼物，不到万不得已他实在不想卖掉，但真要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光是身上这套衣服和首饰估计就能换个1万金币。可把债还清之后呢，自己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前世他只知道听从伯爵的命令，这一世到了要塞，又整天为了生存疲于奔命，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未来。以前只想着能隐姓埋名的活下去就行，可现在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了。其实艾琳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能像小时候那样住在一间安静的小木屋里。那时候妈妈会在厨房烤着香喷喷的苹果派，爸爸则在一旁给她讲着各种有趣的故事。爸爸摸着她的头说，艾琳，如果顺着彩虹走到大陆的尽头，就能看到一片叫做大海的地方，那里的浪花就像她的银发一样洁白，以后要带她和妈妈一起去看看。那时候的承诺听起来那么美好，小艾琳也开心地答应了。可一转眼，
那间木屋里再也没有了爸爸妈妈的身影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虽然只剩自己，但他真的能实现这个愿望吗？迈克尔办完事回来，一推开门，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光里，背影显得无比落寞，好像随时都会消失一样。迈克尔试探着唤了他一声：“艾琳。”这一回头，他脸上的委屈和难过再也藏不住了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迈克尔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能让他伤心成这个样子？高高在上的救世主，竟然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为了掩盖身世，他竟抱着他直接跳入深渊。这片未知的黑暗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看着眼前委屈的艾琳，迈克尔心里猛地一震。他从未见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展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。艾琳慌乱地掩饰着失态，连忙开口询问：“迈克尔大人，您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”迈克尔没有回答，而是径直走到他面前，低声质问他：“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难过？”艾琳瞬间愣在原地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早已彻底失控。面对迈克尔的逼问，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艾琳慌乱地寻找借口，解释说自己只是看日落，眼睛不小心进了沙子。迈克尔显然不相信，他直接凑上前去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两只眼睛都在流泪，可不像只是进了沙子。”说着便要伸手帮他检查。艾琳彻底慌了神，本能地推开了他的手。这个举动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，他怎么敢对迈克尔动手？看着陷入沉默的迈克尔，艾琳心里七上八下，以为对方一定会生气。然而迈克尔并没有发火，反而放轻声音安慰他：“没关系。”他接着说道：“别总是一个人扛着，有什么委屈都可以告诉我，毕竟我是你的丈夫。”这温柔的语气仿佛是在哄一个小孩子。迈克尔试探着询问：“是不是要塞里有人欺负你了？”迈克尔关切地看着他，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艾琳连忙摇头否认，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念父母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迈克尔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他低声追问：“你说的父母，是指基尔王国的罗迪亚姆伯爵吗？”艾琳整个人都懵了，脱口出问他：“您怎么会知道我的来历？”迈克尔神色平静地回答：“从两人结为搭档的那天起，他就已经查清了这一切。”艾琳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迈克尔看着他继续提议：“如果真的这么想家，他可以去申请让你离开要塞。”这话让艾琳吓出一身冷汗。他躲避那个伯爵还来不及，要是真的被送回去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。以迈克尔的行事作风，这种事他绝对做得出来。为了避免误会，艾琳只能赶紧开口解释。艾琳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坦白了隐藏已久的秘密。其实她并不是伯爵的亲生女儿，只是个被收留的养女。虽然感激伯爵的养育之恩，但她心里始终有个结，她偶尔还是会想念很小就过世的亲生父母。说出这些秘密后，艾琳心里十分忐忑，但看着眼前的迈克尔，她却感到无比安心。这个男人的温柔，甚至让她有些害怕。迈克尔听完，沉默了许久，有些无奈地回答：“原来是这样，那就算是我，也没办法让你和去世的人见面了。”艾琳瞬间愣在原地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时不苟言笑的迈克尔，居然也会开玩笑。艾琳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开口向他道歉：“谢谢您，迈克尔大人，说这些沉重的话给您添麻烦了。”然而迈克尔接下来的回答，却让艾琳彻底愣住。他语气平淡地表示：“没关系，反正我是在神殿长大的孤儿。”艾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下意识地追问：“可传闻中不是说，您是神为了拯救大陆，特意赐给神殿的孩子吗？”在世人眼里，迈克尔是自带光环的救世主，是所有人活下去的希望。迈克尔却觉得这无比讽刺，他冷冷地回答：“那只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，才编造出来的谎言。真相其实非常残酷。”迈克尔接着坦白：“我从未见过父母的模样，更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抛弃。我只是个从小被送进神殿，为了侍奉神而活着的工具。”迈克尔从小接受残酷训练，根本不懂什么是家人的温暖，他无法理解艾琳对父母的思念。但看着眼前的女人，迈克尔的语气突然变得温柔，他低声说道：“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家人的感觉，让我稍微懂得了思念的滋味。”这番话直接击中了艾琳的心房，见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，迈克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轻声安慰她：“没事了就好。”然而温存的时光转瞬即逝，迈克尔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冷静。他接着交代明天的任务，需要艾琳陪同去一趟地下城，因为那里全是冰系魔物，让他记得多穿点衣服。危险的地下城任务即将开始，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危机。迈克尔临走前特意叮嘱，明天中午会准时来接他。深夜里，艾琳独自坐在镜子前，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以前迈克尔都是独自讨伐魔物，这次为什么非要带上他？难道那个不稳定的地下城真的需要他这微弱的进化力吗？但最让他在意的还是迈克尔今天坦白的身世。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竟然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艾琳忍不住去想，
在那些独自熬过来的日子里，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，过得无比挣扎且孤独？时间转眼到了第二天，看着眼前散发诡异红光的洞口，艾琳有些迟疑的询问：“这难道就是传闻中那个不稳定的地下城吗？”迈克尔转过头看着他，低声回答：“没错。”“你对这种地下城了解多少？”艾琳有些底气不足，回答说：“只知道个大概。这种不稳定的地下城极其危险，他们没有固定的空间结构，里面充满了各种突发状况，就算是实力强悍的骑士，也不愿意轻易踏入这里。光是站在入口处，那股压迫感就让人有些窒息。”艾琳想起听到的传闻，接着开口询问：“听要塞的人说，这次的讨伐任务至少是中级以上的难度吧？”迈克尔没有否认，淡淡的回答：“应该是这样。”这让艾琳心里更加没底。他以前只去过最简单的低级地下城，这次不仅难度升级，还是最棘手的不稳定类型。他们真的能平安回去吗？看着深不见底的入口，艾琳心里直打鼓，她害怕自己会成为累赘，甚至把命丢在里面。就在她胡思乱想时，迈克尔突然开口说道：“艾琳小姐，失礼了。”艾琳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的询问什么，还没等她想明白，迈克尔直接将她横抱起来。艾琳彻底懵了，慌忙大喊：“迈克尔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”迈克尔却一脸淡定的解释：“这种不稳定的地下城，在入口处极易将人强行传送分开，抱紧我。”听到这个解释，艾琳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这种事情您怎么不早说？”还没等他抱怨完，迈克尔已经抱着他，直接跳进了那片未知的黑暗中。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艾琳吓得大叫起来，她只能死死搂住迈克尔的脖子。一枚看似垃圾的地摊货戒指，竟然让要塞的传家宝当场抱走。他不仅无法取下，更是能将魔气转化为无限的净化之力。这究竟是致命的诅咒，还是专属于他的神级外挂？深不见底的深渊中，两人正在急速坠落，没有任何防护道具，一旦被冲散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艾琳彻底慌了神，死死搂住迈克尔的脖子，大喊着绝对不能放手。迈克尔的声音依旧平静，低声回应着：“我在。”当周围的强光终于散去，两人重重摔落在地，可眼前的景象却根本不像安全区域。迈克尔低声提醒：“已经到了。”怀里的艾琳却还没缓过神，依旧闭着眼大喊：“别放开我！”直到迈克尔轻声唤她的名字，艾琳才有些茫然地睁开双眼。四周弥漫着诡异的寒气，脚下尽是厚厚的积雪。这场景简直和上次通关的地下城一模一样，连漫天飘落的怪雪都分毫不差。只是这里明显还没完全建好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。迈克尔没有在原地浪费时间，主动伸出手牵着他走向深处。艾琳突然意识两人还紧紧牵着手，她有些尴尬的想要抽回手，借口说这样会影响战斗。其实她一碰到迈克尔，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进化的夜晚，心跳快的根本无法冷静。迈克尔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低声回应说自己没那么弱。艾琳吓得赶紧解释，是害怕自己太弱会拖他的后腿。迈克尔看着他眼神变得复杂，低声问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吗？艾琳顿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艾琳心里直犯嘀咕，还没等他想明白对方是否生气，迈克尔突然凭本能一拳轰出，瞬间将偷袭的魔物砸得粉碎。艾琳这才反应过来有魔物靠近，迈克尔将他护在身后，低声交代：“站在我后面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已如闪电般冲出，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战斗就已经彻底结束。看着满地散落的魔物碎片，艾琳整个人都看傻了眼，这实力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原本需要5个小时的终极地下城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竟然不到1个小时就彻底通关。迈克尔看着前方的通关大门，低声说：“这次应该安全了。”艾琳刚想回应，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迈克尔眉头微皱，问他是不是很冷。艾琳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自己怕冷，可迈克尔根本不听他多说，直接解下自己的白色斗篷，严严实实的裹在他的身上，责备他冷了为什么不早点说。艾琳拉着宽大的斗篷，心里一暖，有些局促的小声向他道谢，披着带有他体温的斗篷。艾琳一时间有些恍惚，这一世的迈克尔和传闻中冷酷的救世主完全不同。迈克尔招呼他过去开箱，艾琳觉得自己没出力，有些犹豫，迈克尔却根本不在意，直接示意他动手打开宝箱。然而箱子打开后，里面竟然只躺着一枚满是划痕的戒指，怎么看都像是个地摊货。迈克尔也有些拿不准，提议先带回要塞找人鉴定。谁能想到这枚不起眼的戒指竟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。迈克尔端详着戒指，提议让艾琳戴上试试。艾琳有些不敢置信的指着自己。迈克尔认真的解释，搭档之间有送第一件首饰的习俗，所以这枚戒指是送给他的礼物。艾琳慌乱的想要推脱，迈克尔却直接拉起他的手，轻声说：“把手给我。”看着戒指缓缓套入指尖，艾琳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。迈克尔看着他温柔的夸赞：“很适合你。”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艾琳红了脸，可戒指刚戴上，艾琳就发现了异样。这东西不仅没有任何魔力波动，反而像是有生命般死死粘在皮肤上，无论她怎么用力都根本摘不下来。
迈克尔见状，赶紧阻止他硬拽。艾琳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绑定道具？为了弄清真相，他们立刻找到了要塞的鉴定师斯伦。斯伦仔细观察后，给出了肯定答复，这确实是无法取下的绑定道具。艾琳整个人顿时傻眼了。斯伦解释，这种道具一旦认主，就无法转让。虽然功能可能很鸡肋，但在市场上却非常抢手。艾琳听了心疼不已，这要是拿去拍卖，绝对是天价，现在却砸在自己手里，暴殄天物。斯伦建议做个深度鉴定，查明属性，不过需要整整1万金币的费用。艾琳吓得连连摆手拒绝，迈克尔却毫不犹豫地表示由他出钱，必须把这枚戒指的底细查清楚，这让艾琳更加不好意思。迈克尔解释，既然是自己送的礼物，就必须确保绝对安全。斯伦连连点头带路走向密室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要塞的传家宝鉴定之手。艾琳深吸一口气，将手放了上去，刹那间鉴定之手爆发出刺眼的强光，整台仪器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。斯伦整个人都被吓傻了，这种异象值有在遇到神级道具时才会出现。他颤抖着查看最终的鉴定结果，想要看清这枚戒指的真面目。斯伦看着报告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这枚戒指的名字叫做无名治愈，而它的具体能力更是逆天。它吸收的魔气越多，自身的净化力量就会变得越强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两人都愣在原地。这哪里是什么鸡肋道具，这分明是专门克制魔物的神级外挂，违背世界法则的神级戒指，竟然强行绑定在他的身上。全城权贵为之彻底疯狂，他却空手去砸公主的聚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净化之力是女神留给人类的礼物，只有极少数被祝福的女孩才能拥有，而且这种力量天生固定，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变强。可这枚戒指却打破了所有常理。鉴定师看着报告单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这根本就是违背世界法则的存在。鉴定师慌乱的大喊：等一下，我必须立刻去汇报这件事。说完，他急匆匆地冲了出去，只留下艾琳和迈克尔在原地发懵。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，这枚戒指的秘密恐怕再也藏不住了。艾琳看着手上的戒指慌了神，这神级道具突然绑定在自己身上，她急忙询问身旁的迈克尔，有没有办法能把绑定解除。迈克尔却回答得很干脆，根本没有这种办法。在迈克尔看来，这戒指本来就是提升净化力的，他不过是找到了最合适的主人，越是珍贵的宝贝，就越会挑选配得上它的主人。听到这话，艾琳一时间有些转不过弯来。不过她转念一想，要是这戒指真能提升净化力，那以后帮迈克尔净化的时候，效果肯定会更好。还没等艾琳想明白，迈克尔又严肃地交代了一句，接下来要塞里肯定会乱成一团，这段时间最好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。这突如其来的禁足令直接把艾琳给整懵了。迈克尔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消息根本瞒不住，整个要塞的人全疯了，门外天天围满了人，全都是想来见识神级戒指的，甚至还有人带着魔物血来求合作。这阵仗换谁都受不了。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女仆汉娜终于忍无可忍了，她直接端着托盘冲出来赶人，大声警告所有人不许打扰艾琳休息。屋里的艾琳也是一脸无奈，这下可真是彻底出名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怕是没法清静了。汉娜在门口大声赶人，屋里的艾琳却怎么也静不下来，她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在前世，就算那枚隐形戒指现世，要塞也没乱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地下城到底出了什么变数？更糟糕的是，本该出现的隐形戒指至今没有消息，而自己手上却多了一枚来历不明的戒指，这说明原本属于别人的机缘被自己给截胡了，这让艾琳心里非常不踏实。她努力回忆着前世的细节，那个原本应该拿到戒指的女人，好像是叫希尔维亚，听说她的守护骑士也是个狠角色。看着艾琳一脸愁容，汉娜赶紧端上热茶安慰她，说塞西利亚公主明天要办聚会，这帮人明天肯定没闲工夫来闹腾了。艾琳这才反应过来，聚会居然就是明天，可她到现在还没想好该怎么办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聚会的地点定在城堡顶楼，走廊里已经有人在催了。威尔海米娜正急着往上赶，生怕去晚了会惹公主不高兴。可一转头，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走来的艾琳不仅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手里居然什么都没拿，这下可把旁边的人给看傻了。威尔海米娜急切地问：给公主的礼物在哪呢？艾琳一脸平静地回答：我给忘了。听到这话，威尔海米娜整个人都傻了，她气得大喊：你居然忘了，这可是给公主的礼物。艾琳却不慌不忙地解释：最近要色乱成这样，就算记得也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东西，而且以我的品味，恐怕也挑不出能让公主满意的礼物。威尔海米娜听得直咬牙，这女人表面上是在贬低自己，实际上却是在理直气壮地顶嘴。她只能没好气地警告：要是公主怪罪下来，你自己去承担。艾琳微笑着回应：我知道了。看着对方气冲冲离去的背影，艾琳却根本没当回事。前世为了讨好公主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结果却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。在这一世全是变数的局势下，自己到底能不能活到最后？艾琳心里
其实一点底都没有。不过迈克尔之前说过的那句话，却一直在他耳边回响。他说，越是珍贵的东西，就越会寻找同样珍贵的主人。也许迈克尔只是随口一说，但这句话却给了他莫大的底气，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个宝贝。看着威尔海米娜离去的背影，艾琳暗下了决定，既然重活了一次，那就绝对不能再任人拿捏，更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。他不想再被过去的阴影死死缠住。看着眼前这扇紧闭的大门，这一次他决定主动迎上去。大门一开，所有的目光一下子全聚了过来。看到艾琳空手而来，这群贵族小姐顿时开始交头接耳。而坐在最里面的塞西利亚公主正等着看她的笑话。空手参加公主的顶级宴会，她被全场名媛当众嘲讽，甚至被下流暗示净化了一整晚。可谁能想到，她脖子上的项链才是终极底牌。塞西利亚微笑着开口：“欢迎你的到来，艾琳。”艾琳礼貌地回应道：“感谢您的邀请，塞西利亚公主。”看着城堡顶端的玻璃温室，艾琳心中感慨万千。前世她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曾被这奢华的场面彻底震慑。如今她的心态早已完全不同。塞西利亚的目光突然落在艾琳空无一物的手上，宴会厅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。毕竟来参加公主的聚会，谁不是带着贵重礼物前来巴结？可艾琳偏偏什么都没有准备。一旁的威尔海米娜见状，连忙站出来打圆场解释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艾琳刚来要塞，还不懂规矩，所以这次没来得及准备礼物。”这苍白的借口，连他自己听了都觉得心虚。艾琳空手赴宴的举动，在宴会厅里激起轩然大波，周围的贵族开始交头接耳。有人小声嘀咕道：“连平民都知道做客要带礼物，他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”冷嘲热讽的声音毫无收敛，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了他的骑士。那人冷笑着嘲讽道：“看来传闻说他粗鲁无礼，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。”眼看气氛越来越尴尬，塞西利亚却突然笑着开口劝解。他毕竟是今年刚来的进化师，不懂规矩也很正常。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参加聚会吧。这话表面上是在替艾琳解围，实际上却将他贬低的一无是处。旁边的人立刻顺杆往上爬，谄媚的附和道：“公主殿下真是宽宏大量。”可那个艾琳居然还理直气壮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塞西利亚笑着朝艾琳招了招手，温柔的呼唤道：“过来吧，艾琳，坐到我的身边来。”这突如其来的热情邀请，让艾琳瞬间警惕起来。这个座位可不是那么好坐的。在前世的记忆中，艾琳被分到的座位在最偏僻的角落，那里根本不是给人坐的位置，而是用来堆放客人的披肩和包包。为了故意羞辱她，对方还让女仆当着众人的面，手忙脚乱的去收拾那些杂物。可这一世，自己明明连礼物都没有带，塞西利亚却主动邀请她坐到身边，这待遇反差实在太大了。看着眼前的塞西利亚，无数疑问在艾琳脑海中盘旋。为什么她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？当初塞西利亚为什么要告诉她，迈克尔在那个低级地下城里？那分明就是个假消息。他是真的不知情，还是说这根本就是精心设计的圈套？看着眼前笑里藏刀的女人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艾琳心中升起。对方该不会是想要她的命吧？难道在前世，塞西利亚就恨她，恨到想要她的命，仅仅因为她和迈克尔组了队？但这终究只是猜测，现在根本无法证实。面对这个虚伪的女人，艾琳心中只觉得无比别扭。塞西利亚盯着艾琳的手指，笑着开口询问道：“这就是在要塞闹得沸沸扬扬的戒指吗？能不能让我仔细瞧瞧？”艾琳将手伸了过去，轻声回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公主殿下。”难道对方态度突然转变，就是因为这枚戒指吗？塞西利亚仔细打量着戒指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看着确实挺普通的，不过厉害的宝贝往往长得不起眼。”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继续说道：“相反，有些东西看着华丽，却藏着非常可怕的力量，就像我戴着的这一枚，是不是很漂亮？”塞西利亚展示着手上的戒指，笑着介绍道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红宝石，而是地下城里才有的纯活属性魔石。”可艾琳一看到这枚戒指，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。这东西她实在太熟悉了，这不就是前世迈克尔留下的那一枚吗？就在他为她净化的那个晚上，为了确认心中的猜想，艾琳主动开口询问：“能不能让我仔细瞧瞧？”塞西利亚倒也大方，直接把戒指摘下来递给了他。拿到戒指的那一刻，艾琳终于确定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被称为腐烂红宝石的诅咒之物。只要带着它进入地下城，实力再强的人也会被压制成废人，甚至连低级魔物都打不过。这下事情可严重了。塞西利亚手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塞西利亚笑着解释道：“这戒指在地下城外面，其实就是个普通首饰，我只是喜欢收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。”旁边的人赶紧跟着搭话，把公主的收藏夸上了天。塞西利亚只是客套了几句，说那都是外面瞎传的。听到这些话，艾琳整个人都懵了。如果塞西利亚说的是真的，那之前的事情就全对得上了。
迈克尔以前进出高级地下城都毫发无伤，这次却差点丢了性命。原来是因为戴了这枚被诅咒的戒指，实力被彻底压制了。可这东西怎么会跑到迈克尔身上？是塞西利亚送的，还是他偷偷塞进去的？他为什么要对迈克尔下这种狠手？想到这里，艾琳只觉得后背发凉。如果迈克尔是第一个受害者，那下一个被收拾的，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？艾琳正盯着戒指发呆，突然被一声呼唤拉回了现实。塞西利亚笑着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”艾琳赶紧把戒指递了回去，客套地回答道：“我只是觉得这戒指确实漂亮，多谢公主殿下让我大开眼界。”还没等他松口气，旁边一个女人突然凑了过来，笑着说道：“说起来，艾琳，我一直对你挺好奇的。”艾琳有些疑惑，不知道对方要搞什么名堂。结果那女人直接抛出重磅炸弹，低声询问道：“你的搭档是圣骑士迈克尔大人吧？他是不是也让你帮他净化了？”这话一出，宴会厅的气氛瞬间变得极其微妙。毕竟净化这种事情，可不仅仅是疗伤那么简单。聚会刚开始，气氛就有些不对劲，果然马上就有人按捺不住了。一个女人故意拔高音调，笑着问旁边的人：“你难道就不觉得好奇吗？”紧接着这个女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艾琳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迈克尔大人天天进出地下城，身上肯定沾了不少魔气，要帮他净化阴该很累人吧？尤其是以你那点微弱的净化力，怕是得折腾一整晚才行。”这话一出，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的可怕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关心，而是赤裸裸的羞辱和暗示，把神圣的净化仪式说成了见不得光的勾当。周围的贵族名媛们一个个都忍不住捂着嘴偷笑，全都在等着看艾琳的笑话。这下子，艾琳直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面对这种当众羞辱，她到底该怎么反击？